男子只是看了一眼手机时间，就被传送到一个位置前。同样传送过来的还有9人，询问下得知，几人都是相邻学校的学生。欢迎来到恶魔游戏，我是裁判 Mammon。你这是非法拘禁，快放我们出去！装神弄鬼，我弄死你！干扰规则，处以猎杀之痛。恶魔，真的是恶魔！他是怎么杀死那个男生的？根本没法理解啊！干扰裁判宣讲规则，王平生玩家惩罚20积分。你都把他杀了，积分什么的是什么东西？你在杀人犯法啊！对于本场游戏以外的规则，请在你们手机上的恶魔游戏 App 上进行确认。我没有为你们讲解这些的义务。干扰裁判宣讲规则者，下场请参考王生平。下面我将讲解本次游戏的规则。游戏名称：潜伏在村中的恶魔。你们中有人扮演村民，有人扮演恶魔。恶魔每晚杀死1人，村民白天投票处决可疑者。在这个村庄中隐居着一位老占卜师，他每晚都能查验一位村民的真实身份。教会僧侣拥有守护之力，每晚可以保护1人免遭恶魔毒手，但除了第1晚外都无法保护自己。然而村民中暗藏一心者，一位寡妇爱上了新来的英俊小伙，若这小伙实为恶魔，他将不惜性命也要助纣为虐。胜利条件：恶魔杀光村民，或村民处决所有恶魔。村中有4个普通居民，1个占卜师，1个僧侣，3个恶魔和1个寡妇。游戏的评分说明：本局游戏中最后结算成绩仅看阵营胜利失败以及玩家对阵营的贡献程度，玩家个人存活与否不计入成绩。我是不是听错了？人都死了，要那个所谓的成绩有什么用？难道游戏里的死亡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实的死亡？看来这个游戏是分团队的对抗赛了。此外，你们之中有8人是新手，即第1次参加游戏的人。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之中还有玩过你这什么游戏的人？这不公平。第1次参加游戏可以获得失败减少积分扣除，胜利可获得额外积分的福利，请大家珍惜新手保护机会。那么，请各位拿取自己的身份牌。10秒后，牌面消失，即游戏开始。就连身体也出现了恶魔的特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不要杀人啊！既然抽到恶魔角色，就只能完成任务，争取胜利。记住，这只是游戏，死亡等于退场，不影响最终成绩。我们负责夜间杀人，村民会在白天投票处决我们。游戏里的死亡不等于真死，恶魔能复活死者，应该会在结束后复活所有人，再根据积分惩罚输家。但如果积分不够，可能真会死。可是……太厉害了，大佬！我听了你的分析后，感觉茅塞顿开。你就是那个老手玩家吧？我不是，高手应该在对面。不过村民信息有限，而且寡妇可能帮我们。但记住，我们必须活到最后才能赢。那我们今晚杀谁？杀占卜师最划算吧？第1晚只能盲猜，杀王平生吧，他可能抽到神职。如果没死，说明是僧侣，明天再杀。按我说的做，天快亮了。3个人在路上也相互交换了下信息。曲靖得知女生名叫刘雪，是一名高2的学生，男生叫做林庄，跟自己一个大学的。没过几分钟，3个人找到王平生所在的房子。猎杀开始。这么看来，选中房门的那一刻，这个剧本就几经确定了当晚的击杀目标。那个目标会自动死亡，我们也没有机会修改目标了。不过万幸的是，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这个王平生就是占卜师呢？曲靖小心地翻动了一下尸体后，仔细看了看，然后回答道：我觉得不能，至少我看不出什么可以显示他身份的标志。看上去这个剧本设定的是死后的角色也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按照这个规律的话，如果白天处决了一个人的话，同样也无法断定被处决的人的身份。等等，说到处决，我们现在身上全是被沾上了血迹，这里的房间设施这么简陋，里面根本没什么水源让我们清洗。我看这周围也没有湖泊什么的，明天其他人一看不就知道我们是恶魔了吗？首先，我觉得如果真像那个恶魔所说，
是一个公平的游戏的话，他不会让我们这么快就因为这样一个小细节就暴露。现在我们是半恶魔化，我估计到白天的时候我们会变回原来的样子，那个时候身上的血迹会消失，并且如果万一到时候血迹不消失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房间桌子上的饮用水来清洗血迹。可是房间里的饮用水资源很紧张啊，我觉得这个游戏至少得进行好几天，可水资源我估计也顶多只能维持这么多天。你忘了那个恶魔说过，剧本里的时间与现实世界时间流逝的比例是4:1，就算这个游戏进行了12天，现实时间也只过去了3天，更何况完全不可能进行这么长时间的游戏。我们对于饮用水的需求是完全足够的。确实，那我就放心了。曲靖暗自思忖，血迹应该会自动消失，游戏设计不会让这种物理线索暴露恶魔身份，否则凭借查看房间的饮用水就能知道谁是恶魔了，半恶魔化的设定就失去意义了。果然，其他人的房门现在都推不开了。看来这个游戏果然是很讲究规则的，一个晚上恶魔只能杀一个人。对了，我们明天白天怎么办？我不清楚我该怎么做，我害怕我会紧张，然后被认出是恶魔。按照那个恶魔裁判说的，我们会被上吊处死的啊。所以我们明天在白天要尽量把自己伪装成好人。如果你实在担心自己紧张，可以在心里默默催眠自己，我是村民，我是一个好人，这样我觉得应该能够缓解一点紧张的情绪吧。我试试吧。对了，万一明天白天有人说自己是占卜师，说占卜得知我们其中一个人是恶魔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因为这个剧本中存在僧侣，占卜师就算身份暴露在大众的视角下，我们恶魔晚上也不敢守街去杀占卜师，因为僧侣正常情况下必定会保护占卜师，所以占卜师只要明白这点，基本明天都会爆出自己的身份。如果占卜师主动爆出自己身份和自己的验人信息，如果查验到恶魔，那么白天可以守街处决恶魔，就算查验到村民，场上也有2名好人的信息，这很挤压我们恶魔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在没有确定僧侣死没有死，基本不敢动占卜师，否则就必定杀不死人。如果晚上杀不死人的话，我们作为恶魔能够在晚上杀人的优势也就当然无存了。那我们不是完蛋了？想杀占卜师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等着被占卜师一个个查验出来是恶魔吗？刘雪眼神中透露出的恐惧和不安。你听我说完，你们可能不太熟悉这类身份推理的语言游戏，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剧本比较相似的就是狼人杀这款游戏。曲靖试图安抚刘雪的情绪。狼人杀，我好像曾经听说过，但没玩过。没关系，我大概说一下，狼人杀也是由狼人阵营和好人阵营组成。狼人每晚杀死一个人，好人白天公投认为是狼人的人，这和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像。在狼人杀中，好人阵营也是有一个能够查清身份的预言家，在狼人杀中，狼人会和预言家进行对跳。对跳？没错，就是我虽然是狼人，但我在白天会假装自己才是预言家，爆出假的验人信息，这样能够让好人没办法立即分清楚谁才是真正的预言家，从而来干扰好人的判断。如果运气好，相信我们的好人多，还可以守街在白天将真的预言家公投处决。哦，我明白了，我们也可以这样，其中一个人去假装自己是占卜师，然后这样好人们没法分清谁是预言家。我们甚至还可以说验到了我们其中的另一个人，然后给他发好人身份，这样我们都不会被发现了。给我们队友发好人身份是一种思路，也可以给外置位好人发好人身份来增加其好感，从而来相信我们，或者说外置位好人是恶魔，不过这样风险挺大的。那个被发恶魔身份的好人首阶就明白谁是真的占卜师了。好了，那我就来说说明天的战术吧。首先，我觉得这个剧本我们必须和占卜师对跳，否则恶魔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理由很简单，因为僧侣的存在，如果场上只有一个占卜师的话，恶魔可以说根本杀不死他。那我们谁来假装占卜师呢？如果我去的话，我有点怕我手机穿帮了。我不太清楚我能不能行。那就只有我来了。其实我更想靠我自己的发言稳到最后，因为假装占卜师很容易就会出局。我如果能够活到最后，估计能增大我们的胜率。但也没办法了，你们如果都不会的话，强行跳占卜师可能会适得其反。好了，我感觉可能没多少时间就要天亮了。既然明天白天的战术几经确定了，我们还是赶紧回自己房间吧。
如果我们恢复正常身体后，如果身上还保留血迹的话，我们还得想办法清洗一下。希望明天我们能顺利度过吧。曲靖回房时，表面镇定，内心却充满迷茫和压力。队友不熟悉游戏规则，加上游戏血腥逼真，恶魔夜间真的杀人，公投处决也可能属实。他难以接受恶魔能随意复活死者，甚至怀疑他们被困在恶魔的领域里，生死被操控，但这想法实在荒谬。我究竟能不能顺利通过这个游戏呢？身上的血迹也消失了吗？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这个游戏是个发言欺诈游戏，恶魔不会在这种地方被好人发现的。现在只需要静静等待白天的降临吧，但愿白天能顺利骗到那些人吧。不知过了多久，桃门毫无征兆的和昨天晚上一样自动弹开了。这队友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太奇怪了，这个女生看来肯定似乎有什么身份，或者说她发现了这个游戏的什么秘密吗？奇怪，那个之前被恶魔杀了又复活的那位同学呢？我们去那位同学的房子里看看吧。你们有谁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吗？我记得他叫王平生，他就在我隔壁班，我应该不会记错他名字的。究竟是谁干的？难道又是那个恶魔吗？不是，我们其中抽到扮演恶魔的人干的。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听的那个剧本吗？晚上恶魔们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一同去杀死一位村庄里的居民。昨天晚上恰好死了一个人，我能断定是我们其中抽到恶魔的人干的。什么？我们之中的人干的？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人？而且为什么手段如此残忍？我建议那几个杀人的人现在主动承认，你们几经涉嫌谋杀罪。如果现在自首，这样还能争取法律的宽大处理，我们也能帮你们解释是受到了那个疯子的胁迫。现在回头还不晚。但愿他们能伪装下去吧。别慌，游戏里的死亡不等于真的死亡。既然恶魔能复活人，那结束后他应该会让出局者复活。所以说，在这里死了，只是等于一场游戏的出局。我也这么认为。恶魔之前强调过，玩家存活不计入成绩，说明死亡只是游戏中的退场机制，不影响现实。恶魔说过，胜负只看阵营结果和贡献度，个人生死或许并不重要。你们在说什么呢？人死了就是死了，什么游戏不游戏的？播报首页死亡玩家的遗言。什么？有遗言？你们这帮杀人的杂碎，不得好死！遗言结束，首页之后，死亡将不再有遗言。果然，死者不知道凶手是谁。王平生的遗言毫无价值，可惜王平生八成是平民，没刀中占卜师，真是失策。等等，这是啥啊？算是王平生死前的遗言吗？天黑前，所有人需到广场大厅投票，纸笔和投票箱已备好。黄昏时，我会现身统计，未投票者视为弃权，得票最多者将被处决，平票则重新辩论投票，若仍平票则无人受刑。后续流程相同，不再重复。禁止胁迫、篡改投票或伤害他人，违者阵营判负，并承担全部积分惩罚。现在该怎么办？先回村中心广场讨论，既然无法退出，就只能全力应对这场游戏。大家先简单自我介绍，方便称呼。我先来，我叫丁杰允。谭丽、唐凡地、周怡飞、张琪、张梅、曲靖、林庄、刘雪。既然都介绍完了，就放松心态，专注游戏。当前目标很明确，好人方必须找出并处决所有恶魔，否则当恶魔人数与好人持平时，我们就输了。恶魔不是要杀光好人吗？剧本写的杀光敌对居民。你忽略了绑票局，当恶魔和好人数相等时，白天投票也无法处决他们，恶魔会统一票型控场，那时昼夜都将被恶魔掌控。寡妇是变数，若暗恋恶魔会削弱好人，但无需优先处决，毕竟其初始立场未定。这思路老练，他必是老手之一。不能验尸确认身份吗？王平生只能是平民，恶魔不会自刀，占卜师必报查验，僧侣守夜多半自保，这算立好开局。尸体不会暴露身份，否则恶魔太被动。等等，若你本身就是恶魔，这些分析不就是误导？
如果他是恶魔，没必要冒险分析，而且他的推论都基于已知信息，非常全面。若你们视为双恶魔互保呢？这样高调对恶魔毫无收益，不如隐藏，不如让占卜师带队。各位，我是占卜师。你的查验结果是？这肥宅是恶魔，昨晚看他鬼祟就验了，果然是恶魔。这种货色也配装无辜？今天必须票死！你血统的人，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你竟然杀害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同学，真是混蛋！游戏而已，林庄只是抽到恶魔牌，按规则投票处决即可，无需道德批判。这个丁洁允还不错，可惜不是我同一个阵营的。大家别相信这个混账女人，我才是真的占卜师。你说你是占卜师，你昨晚能查验得了人吗？啊？我才是真占卜师，昨晚验了，她刘雪是好人。我确实是好人。就算是有别人的证明，大家也没有打消对林庄的怀疑，反而把队友拉下水了。后面可以查验他身份，不过今天的处决对象肯定是非常明确的了。林庄同学，对不起了。如果他真是占卜师，我们好人处决了他，我们不就亏惨了吗？我觉得我们不能鲁莽行事。不是，你们俩是他的恶魔同伴吧？这个时候还在为他辩解？难道这个唐凡帝是寡妇，然后暗恋的对象选择的是林庄，所以现在开始帮助林庄了？我们检测下林庄身份。林庄，你昨晚是如何查验身份的？那个，我是走出家门，来到来到刘雪家门口，然后看到她是好人，彻底凉了。很好，大家都还记得剧本说的，在村庄里隐居的老占卜师能够通过自己的水晶球占卜一个居民是不是恶魔。林庄竟然能够说出自己是出了家门才看到别人身份的，这手接就出卖了他。我承认林庄是恶魔，但我是好人，只是习惯全面思考。若不信，占卜师尽管验我，结果自会证明。大家可以投票了吧？真占卜师被全场认下，若再不击杀僧侣，恶魔将陷入查验守护的死亡循环。既然僧侣必守占卜师，恶魔今晚肯定转到其他好人，明天又要见血了。凭什么僧侣只保占卜师？我们平民的命就不重要吗？你算什么身份？我是好人唯一的希望。你这个小丫头真没有素质，太过于自私。还有，你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你就是这么和师长讲话的吗？游戏里只认身份，不认职称。我是好人王牌，而你该不会藏着狼尾巴吧？你那个，我也不想被那样撕碎，太恐怖了。我也是。丁洁允，恶魔很可能因忌惮你的带队能力而刀你，这样我们好人阵营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即便曲靖已经很小心，丁洁允心里还是对曲靖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僧侣必须死保占卜师，恶魔最擅长的就是赌心态，个人生死远不如阵营胜利重要。再有人干扰神职行动，我会认为是恶魔在搅浑水。真是谨慎啊，估计我也遭到了丁洁允的怀疑了吧。不过几经足够了，几经找到谁是僧侣了。随着众人的讨论，夜幕降临。本次投票结果为丁洁允、刘雪、曲靖、谭丽、唐凡帝、张梅、张琪、周一飞投给林庄，共计8票，林庄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林庄。林庄突然站了起来，双眼无神，仿佛一个被操控的傀儡一般，机械地朝着村庄广场的大树走去。请大家在夜晚前返回自己的房间里，否则将会强制转移回房间。我们今天把丁洁允杀了吧，我看他今天白天非常多的时间一手在观察我害怕我的身份已经被他看穿了。丁洁允竟然在观察你了吗？看上去确实不太妙啊。曲靖他白天一手在思考应对策略，没有注意到丁洁允竟然一手在观察他的队友了。对啊，今晚我们一定要把他杀了。他逻辑能力那么强，如果我们不除掉他，他很容易就带领着好人把我们给揪出来了。偏就是他把林庄的恶魔身份完全坐实的。确实，今晚要杀丁洁允是能够杀死他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能杀丁洁允。为什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确实应该杀死他，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绝境了。
绝境。因为林庄白天的操作，导致好人能够完全认下张琪为占卜师。只要僧侣未死，他可以一手保护张琪。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吧。假设我们今天击杀了丁杰宇，明天场上还有7个人，其中张琪肯定是好人，而且明天张琪会有一个新的查验，有2/5的概率今天处决到我们恶魔。从白天的发言看，丁杰允大概率不是僧侣，他太张扬了，很容易遭到恶魔集体攻击。杀了丁杰允，相当于我们只杀死了一个普通居民。有僧侣在，我们依然杀不死占卜师，我们目前很被动。等等，我记得剧本中不是有一个寡妇吗？唐凡帝今天为林庄说话了。他的行为确实可疑，但如果寡妇暗恋了恶魔的话，他必须得帮助恶魔取胜，否则寡妇最终也会判输。其实我已经找到僧侣了。首先排除丁杰允、唐凡帝、张琪、你、我。那剩下的3个人呢？你还记得我白天当着所有人面发的言吗？你当时说僧侣肯定会保护占卜师，但我觉得这没啥意义啊。不，张梅当时慌了，和张琪直接争吵了起来。周一飞表了态，所以只剩下了谭丽，她就是僧侣。而且我有一个辅助参考。最开始谭丽的发言非常积极，很想帮助好人找到恶魔，但在丁杰允说过，我们今天就不要聊太多了，聊太多内容反而给恶魔太多的信息，容易找出我们中谁是僧侣。有什么其他关键信息，明天再聊吧。这句话后，谭丽就没怎么发过言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今天先击杀谭丽，明天再击杀张琪。张琪，你昨晚查验的是谁？那个唐凡帝不是说可以随便查验他吗？呵呵，那我就查验他看看。不过遗憾的是，他竟然是个好人。我都说了我是个好人。奇怪，怎么相比昨天少了2个人？2个人？怎么回事？难道恶魔一个晚上还能杀2个人？去他们房间看看吧。什么吗？这种环境下还能睡这么死，害得大家白担心一场。他真的是在睡觉吗？你们没有注意到他脸色发白吗？喂，周一飞，你能听到吗？快醒醒！我感觉他应该是已经昏厥过去了。其实我是认识周一飞的，他是我隔壁班的同学，他好像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那就凭周一飞这个状态，还能继续这个游戏吗？他现在动都没法动了，怎么去投票？那他这是不是算出局了？那个恶魔裁判没有说下场声明，就不能算出局，票肯定是没法投了。但是他的脸色真的好惨白，感觉就没有一丝的血色，就仿佛已经死了一般。周一飞还有微弱的呼吸，他还活着。有没有一种可能，恶魔要进行下去他的游戏，就不能让人物因为其他原因死在游戏中，所以他目前形式活着，但这下确实有些麻烦了。这样来看，不论是今天还是以后，周一飞都没法投票了，那么今天就只有6个人能投票了，而且我们之中肯定还有2个恶魔，这下如果投错了，我们好人就输了。那有没有可能周一飞才是个恶魔？现在我们6个人中只有最后一个恶魔了。他对于恶魔杀人的恐惧不像是装的，他就是太胆小了。我觉得唐凡帝更像恶魔些。我都说了，我是好人。不，唐凡帝不一定是我们好人阵营的，你可能是寡妇，暗恋的是林庄，所以你昨天就一直帮林庄说话。寡妇不管暗恋的是谁，寡妇肯定会被占卜师查验成是好人。你一直帮助林庄，但最后在大量的事实下你保不住林庄了，然后你故意想让占卜师查验你，好帮助林庄的其他队友躲过一次查验，同时也能够给你发一个好身份，因为被验证成好人后，你在白天更有发言权。我就说这个唐凡帝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原来是个暗恋恶魔的寡妇啊！那今天就把他给投出去。别，他虽然是恶魔阵营的寡妇，但我们不需要投他出局，我们只需要把所有恶魔投出去，我们就赢了，所以接下来不用管他就行了。你们可真是过分啊！我昨天只是想为好人多分析局势，被你们说成是恶魔，于是我就说让占卜师来查验我以证清白，结果今天本来查验出我是好人，你们又说我是暗恋恶魔的寡妇，你们讲不讲道理啊？讲道理？一眼都能看出你是一个恶魔阵营的角色，和你讲什么道理？你的推断是没有任何逻辑问题，但是
我有一个非常铁的逻辑来证明我自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什么铁逻辑？很简单，如果按照你说的，我是暗恋恶魔的寡妇，那我已经赢了。呵呵，真够好笑的。什么叫你已经赢了？你怕不是还在做梦吧？看来你已经反应过来了。确实是我疏忽了，思考的时间太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唐凡帝是暗恋恶魔的寡妇，现在场上只剩6人，2个恶魔加4个好人，唐凡帝只需公开身份，联合另外2个恶魔投票，会投出3票，好人方只有3票，无法处决恶魔。之后恶魔在夜间逐个杀人，好人阵营已经输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完全信任唐凡帝的。真是可惜啊。等等，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可以断定恶魔一定会相信你的说辞呢？其他人也可以说帮助了林庄，然后跟恶魔绑票。我都那么保林庄了，你说恶魔不相信我，真是好笑。无论如何，你查验我是好人没错吧？我会帮好人取胜，你信不信无所谓。你去假设恶魔不相信唐凡帝意义不大，接下来就该讨论关键的问题了，谁是剩下的2个恶魔？我首阶用排除法了，张琪是占卜师，唐凡帝也是刚刚证明的好人，加上我自己的底牌是好人，所以刘雪、曲靖以及张梅，你们3个人中有2个人是恶魔。什么？我是好人呐？原来你们2个竟然是恶魔，一直在我身边，我竟然没看出来。恶魔位置暴露，只能和队友互打，好人坑位只剩1个。我能够看清自己的底牌，是一个普通村民。如果丁婕妤你的分析没有错的话，那我就只能认为刘雪和张梅你们2个就是剩下的恶魔了。喂，凭什么你丁婕妤能够把自己摘除？张琪是占卜师，唐凡帝是他查验出的好人，这2个人我可以认，但你丁婕妤凭什么是好人？你昨天把一个恶魔给推上了处决台，按理说恶魔应该对你怀恨在心，如果恶魔不能击杀占卜师，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击杀你的。但事实上，你昨天并没有被杀害，反而是其他人死了。我有理由认为你就是其中一个恶魔，所以你才没有被杀死。如果我是恶魔，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我明白了，你是故意卖个队友，来博取大家的信任。我之前已经通过我自己的行动帮助大家分清楚局势，已经可以说获取了大家的信任。我那个时候完全可以替林庄辩驳。我想，如果我那个时候和唐凡帝一起为林庄辩驳，林庄肯定不会被大家处决吧。确实，丁婕妤从一开始就为好人在办事，他怎么可能是恶魔？呵呵，你应该就是恶魔吧？你的队友都抛弃你了，你还在坚持，真是够辛苦的。你刚刚说你不是恶魔的原因，是因为你把林庄这个恶魔给亲自处决了。但是如果林庄不是恶魔呢？那你昨天的行为不是就可以解释了吗？你作为一个恶魔，将一个真正的占卜师给处决了，这样不就可以解释昨天你的行为是对你们恶魔阵营有所收益了吗？有趣，呵呵。但是你是不是没有考虑到，如果我是恶魔，我昨天把林庄这个占卜师给处决了，那么守到现在我们3个恶魔都没有死，现在我是不是已经赢了呢？刘雪脸色一黑，看来她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她不应该像刚刚那样去辩驳。好了，我就首先说结论了吧。今天处决刘雪，她必定是恶魔。我都说了我是好人，这个丁婕妤一定是恶魔。对了，丁婕妤，最后一个恶魔在曲靖和张梅中，你认为会是谁？这2个人都有嫌疑。张梅的嫌疑是因为她太过划水了，一手不发言，很像一个怕发言失误的恶魔。喂，你别乱说，我是真不知道说什么才不发言的，我不是恶魔。那曲靖呢？我记得我最开始说你可能是恶魔时，他当时还保过你，我觉得恶魔没必要这么做吧。这确实，但是恶魔当时也可以这么发言，这不能成为他一定是好人的理由。我说你们俩现在这么处心积虑的考虑谁是最后一个恶魔，有什么必要吗？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这个占卜师了？我今晚在他们2个中随便查验一个人的身份，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也是，我刚刚还正想说这件事，你觉得你能够活过今晚吗？为什么我不能活过今晚？不是我们有僧侣吗？你的意思是
僧侣几经死了？很大可能。其实我认为曲靖是恶魔的嫌疑，就是因为僧侣这个点。你们还记得昨天曲靖当时当众说的话吗？我记得大概含义差不多是今晚僧侣肯定会去保护占卜师，那么恶魔也会知道，恶魔肯定不会去击杀占卜师，而会去击杀其他的好人，这样明天必定会死一个好人。这个丁杰允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好像确实说过吧？怎么，这句话有问题吗？这句话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当时我都让大家不要再发言了。因为好人阵营当时需要保护僧侣不被恶魔发现，因为僧侣在第一晚后没法保护自己，他当时这句多余的关心很像在寻找谁是僧侣。所以你认为曲靖当时是在找僧侣？可是我觉得他那句话没啥用啊，这能找到僧侣的吗？不，其实根据当时场上大家的反应，是很容易发现僧侣是谁的，至少我当时猜测谭丽估计是僧侣。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竟然还活着的时候，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今天就是谭丽被恶魔击杀了。因为从今天的死亡情况来看，恶魔团队中肯定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观察力非常强。如果剩下的恶魔是张梅和刘雪，我个人根据一天的观察，感觉他们两个并没有这样细致的观察力，而曲靖，我觉得他有这个实力。被认可了，我究竟是该笑还是该哭呢？但是僧侣死了也只是你的猜测，万一僧侣不是谭丽，其实还没有死呢，我不就能活到明天了？那你就祈求吧。首先，我只能说我确实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你刚刚夸赞我，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实际上我可无法做到像你说的观察他人，能够分析出他人的身份。而且你为什么能确认张梅和刘雪他们不能分析出僧侣的身份呢？能分析出他人身份的人一定有能力来伪装自己的身份，这点你不能否认吧？还好，既然我成功击杀了张琪，说明昨晚我确实击杀中了僧侣，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丁杰云，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相信我，而且他这么精明，我怎么能够骗到他啊？而且我觉得唐凡帝这个人对这件事也没什么主见，估计会参考丁杰允的意见，所以这不就是死局了吗？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逆转这个局面，但是我究竟该怎么做？从头开始回顾一下这局游戏，一定能够找到突破口的。其实回想起整局游戏，恶魔是我们三个，张琪是占卜师，根据今晚能够杀死张琪来看，谭丽肯定就是僧侣了，就剩下一个寡妇的身份未知了。从第一天的表现来看，唐凡帝很像是一个暗恋林庄的寡妇，但是他昨天也说了自己不是暗恋林庄的寡妇的铁逻辑，爆出自己是暗恋林庄的寡妇，恶魔就直接赢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局游戏肯定是存在寡妇的，究竟谁是寡妇呢？剩下的5个人，丁杰云首先排除，他第一天就直接开始帮助好人。寡妇这张亦正亦邪的角色，必须得先观察自己暗恋的对象的身份，然后再进行自己的操作。第一晚杀死的王平生，大概率是个普通村民，如果他是寡妇，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他一眼里应该会透露出什么消息。张梅也可以排除，他如果是寡妇，如果他暗恋的是我们2个恶魔，他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绑票赢了。如果他暗恋的是好人，昨天可以直接锁定我们2个是恶魔，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能是一个普通村民。剩下的周一飞，寡妇这个身份本来就不需要太过小心，寡妇无论怎样都会赢，那么剩下的就是唐凡帝了吗？果然，我觉得他的行为逻辑也匹配寡妇这个角色，第一天就扰乱局势，为他人强势发言。可是他为什么要帮助林庄？其次，他可以直接说出来，无论好人或者恶魔都会赢，但他为什么不爆出来呢？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释以上2个问题呢？如果唐凡帝昨天没办法确认自己暗恋的对象究竟是恶魔还是好人呢？那么他为什么没法确定呢？现在范围缩小到3个人了，王平生、谭丽和周一飞。那么结合唐凡帝之前的种种行为，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唐凡帝暗恋的就是周一飞吧。在第一天，是周一飞首先提出林庄可能是真的占卜师，然后唐凡帝紧接着就开始为林庄进行辩护。所以唐凡帝不是因为林庄自己的原因为他辩护，而是看到自己暗恋的对象在为林庄说话，然后认为自己和林庄可能是一个阵营的，然后就开始帮助他。不过后面他估计也看到周一飞也放弃了林庄了，他自己也分析出来周一飞可能就是不太懂的新手，
并不是和林庄一个阵营的，于是也果断地放弃了林庄。这就是我之前一直想不通的一点，现在终于得到解释了。在第二天，在看到周一飞昏迷不醒的时候，唐凡帝表现得非常焦急，而且也表现出了对周一飞的关心。像唐凡帝这么精明的人，估计是第二个老手玩家，怎么可能会单纯的去担忧一个人的安危？除非他是暗恋周一飞的寡妇吧，只有这样他才会这么关心周一飞的安危，因为他的生理条件是和周一飞一样的啊。不知道唐凡帝这样的老手为什么会选择暗恋的目标是一个看上去就很好骗的女生，说不定是随机选择的暗恋目标吧。不过这个推理结果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就是孤注一掷的时候了，成则赢，败则输。好了，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曲靖，你有想好解释自己是好人的理由了吗？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不用等张琪了吗？说不定他昨晚被僧侣保护住了没死呢。你应该也清楚，他直到现在也没来，肯定已经被杀害了吧？那确实，不然今天我们直接就赢了。好了，那就废话少说吧。曲靖，你可以开始了。开始？我开始什么？辩解啊，你难道忘了你现在是嫌疑度最高的？如果你今天的解释不过关，我们今天就会处决你。对，你这个恶魔，之前还一直在骗人，今天一定要处决你。什么嘛，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辩解了吗？辩解？我为什么要辩解？我就是恶魔，我需要辩解什么？啊，他承认了，你们听见没有？他说他是恶魔，我就是好人，你们听见了吗？什么？你竟然自己承认了你是恶魔？是啊，你的推理很正确，没错，我就是恶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连辩解都不辩解了，直接承认自己是恶魔。你这样做，我们今天必定会处决你。你为什么要放弃？没啥原因，就是想放弃了，太折磨了。自己的2个队友都是极品，一个比一个令人高血压，我已经玩不动了，直接摆烂了。输了就输了吧，我认为这种队友就不配赢，真的。你们要是摊上这种坑逼队友，你们就明白了我现在的心情了。我现在是完全想放弃了，你们要处决我就处决我吧，我无所谓。这可是你说的。虽然我很能理解你对林庄的看法，他确实这局游戏玩得很烂，直接拖垮了你们恶魔阵营。不过我认为你不能这么说刘雪吧，好歹他昨天一直在全力和我辩驳，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我认为你今天的行为真的比不过他啊。原来你还以为刘雪是我的队友啊？你什么意思？刘雪不是你的队友吗？当然不是，如果刘雪是我的队友，我当然不会这么评价她。算了，反正我已经交牌了，我就直接告诉你们了，我最后的剩下那个坑逼队友是周一飞。周一飞？是啊，我都不清楚他的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见个死人都把自己给吓出病来了。这下倒好，还没被好人给处决，自己直接倒下了。你们说，我2个队友，一个自己作死跳占卜师被处决，一个莫名其妙的自己在夜晚就倒下了。从第2个夜晚，好家伙，就只剩下我一个恶魔了。你说我拿什么玩？拿头玩吗？我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我已经想摆烂了，你们随意。这倒是，确实挺惨的。那我昨天竟然还错怪了一个好人，哎，原来刘雪最后的表情竟然不是装的，这都怪我。你怎么能够证明周一飞是你的恶魔队友？你这话说的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我的队友是谁？你以为我还在和你们玩这个傻逼游戏吗？我都已经交牌了，我都说了，你们随意处决我了，我为什么还要和你证明什么？你既然都要交牌了，你为什么昨晚还要把张琪杀了？我看他不爽，杀他不行吗？谁规定我要交牌，晚上就不能行使我恶魔杀人的权利了？我说实话，就这种聒噪的女人，要不是看着她是占卜师的份上，估计你们也不想理她吧。但是你还是没有证明周一飞是你的恶魔队友。不是，你有问题吧？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这种无聊的玩意儿？你要是真的想知道，你去周一飞的房间把他摇醒，问他不就知道了吗？反正我晚上摇了他一晚都没任何反应，结果只能让我一个人去杀人，真够离谱的。今天赶紧把我处决了，让这场闹剧结束了吧。我认为曲靖都已经交牌了，他在这个时候假爆自己的队友没有意义的，而且也确实只有这样的队友才能让他如此崩溃。我们还是赶紧去投票吧，曲靖他自己都想结束这场闹剧了。说的也对，确实该结束这场闹剧了。
不过这场游戏的结果恐怕不是好人的胜利，而是恶魔的胜利。你什么意思？啊，我都交牌了，你还说我能赢？你这不搞笑吗？算你运气好，我直接报我身份了，我是寡妇，我暗恋的是周宜妃，真是好险！要不是你今天的自曝身份，我一直把周宜妃当作好人，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差的恶魔。如果你今天继续和张梅互相辩驳，我说不定真的就会投票给你，然后把你给处决了，然后就输了。难怪你刚才一直在确认周宜妃的身份，原来你是暗恋她的寡妇。所以说，唐凡帝，你是暗恋周宜妃的寡妇，然后现在你是恶魔阵营的。没错，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绑票了。今天他们好人已经处决不了你了。真的吗？没想到我竟然还能够赢。我确实一直觉得这个唐凡帝身份不简单，果然他就是寡妇，而且真的暗恋了恶魔阵营，这下真的是输了。没想到我昨天竟然看错了刘雪的身份，当时惯性思维就是3个人中有2个恶魔，没想到结果只有1个恶魔了。昨天就应该直接处决曲靖的，这个失误导致我们处决了一个好人，这把输了确实怪我。喂，那个眼镜男，你就这么相信那个恶魔说的吗？万一他的队友不是你暗恋的那个女生呢？他可是恶魔，恶魔是会骗人的，所以你还是和我们好人阵营一起投他吧。丁洁云刚刚自己都亲自帮我证明了曲靖在交牌的自暴自弃的情况不可能谎报队友，我也是这么觉得。一个交牌的人都已经知道自己要输了，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骗人了。我现在说已经没什么用了，这明显就和我刚刚的看法矛盾了。除非他早已经精确地算出唐凡帝暗恋的是周宜妃，然后刚才都是他的演技，在故意放弃，就在赌这一个机会。但是这真的可能吗？别说是唐凡帝，就连我如果站在唐凡帝的立场上，我也很难相信这样的鬼故事。如果真的是这样，曲靖这个人也太恐怖了。我不服啊，恶魔已经被我们找出来了，我们马上就赢了。你这个四眼仔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胜利？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四眼仔不得好死。张梅玩家警告一次，请不要攻击其他玩家，下一次将直接进行惩处。曲靖，我有一个请求。什么？你说。反正我们已经绑票了，今天我们就投这个疯女人，我就要看这个死女人吊死在树上。喂，丁洁云，你今天就别投票了吧，你们好人阵营必定会输，我们就节约点时间。本次投票结果为曲靖、唐凡帝投给张梅，共计2票；张梅投给曲靖，共计1票；丁洁云、周宜妃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张梅。这个老女人还敢骂我，这就是她的下场。是吗？但是你明天的下场估计也是这样。你什么意思？我可是恶魔阵营的啦，我怎么会被处决？你忘了游戏中恶魔的胜利条件了吗？杀死所有的居民，寡妇也是居民，我们俩必须都死了，恶魔阵营才会赢。只不过你虽然需要死，但你最后还是胜利了的。这个规则也还是真有意思啊！暗恋恶魔的寡妇，最终迎来他的也只是恶魔的利爪罢了。不过还是恭喜你们吧，至少我也已经尽力了，积分也应该不会扣除太多，今晚我就终于可以离场了。积分？明天反正还有1天的时间，说不定还能问问唐凡帝有关这个恶魔游戏的事情。他估计也是一个老玩家。终于结束了啊！这场游戏我终于还是赌赢了啊！昨晚的击杀目标毫无疑问是丁洁宇，然后今天的处决目标也很明确了，就是唐凡帝。要不是你最后自己直接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还不知道原来周宜妃竟然是恶魔，差点就帮好人赢了。确实挺巧的，没想到我的放弃竟然促成了我们2个人的胜利。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选择暗恋周宜妃的？我其实感觉她非常不聪明的样子，而且你也看到了她性格那么胆小，你暗恋她的话，不会觉得自己胜率会被拉低吗？你以为我是自主选的目标吗？说到这个，我就想吐槽，第1天晚上那个恶魔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说让我在1到9中间选一个数字，我估计应该代表着其他9个人，然后我随机选了个5，没想到竟然是周宜妃。原来如此啊！本次投票结果为曲靖、唐凡帝投给唐凡帝，共计2票；周宜妃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唐凡帝。真是为难你了，兄弟，你这么帮助我们恶魔阵营，我今天还得处决你才能胜利，真的是令人不忍啊！没事，为了我们的胜利，我刚刚也说过了，
只有最后能够赢，中途个人的生死都是无所谓的。是的，为了我们的胜利，但愿以后唐凡帝见到我不要杀了我就行。真是不好意思，最后骗他骗得这么惨。他游戏结束后看到自己竟然输了，估计感到天都塌了吧。今晚把最后一个周一飞给杀死了，游戏就结束了吧。潜伏在村中的恶魔，游戏结算，胜利阵营，恶魔阵营，胜利玩家，曲靖，恶魔，流血，恶魔，林庄，恶魔，评价积分变动，玩家，曲靖，当前积分200分。喂，曲哥，你在发什么呆？马上就要上课了，你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言不发的站在这儿。不，没什么。对了，吴子，今天是不是老张的课？反正他也不点名，今天这节课我就翘了吧。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还有一点事情，必须得现在去做。啊，你这就翘课了啊？行吧行吧，老张的课也挺佛系的，就算他点名了，我帮你回答吧。谢了吴子，我现在还有事，等会回见吧。关键的应该在后面2个吧。唐凡帝之前也告诉了我，后面2项比较重要。欢迎登录曲靖玩家。欢迎来到恶魔游戏，恭喜你被恶魔游戏选中。在这里，你的任何愿望都会被实现。但是，既然参加了恶魔游戏，就必须遵守恶魔游戏的规则。请仔细阅读规则。总结来说就是，每隔几天必须参加1次游戏，积分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但是积分清零会被抹除。玩家消极对待游戏或者线下伤害玩家会被惩罚，并有积分惩处。最重要的是，不能向外界透露有关恶魔游戏的事情。不能攻击其他玩家，那怎么区别是不是其他玩家呢？以后在外面还是乔装打扮一下吧，至少能够让我和我在游戏里的样子有所区分。温馨提示，该恶魔游戏 App 已经和玩家进行了绑定，时间到了会自动进入游戏，请不要做类似卸载、更换手机等无意义的尝试。恶魔游戏在你成为了玩家的一刻后，会一直跟随着你。具体游戏内容啊，什么的都没说，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什么类型的游戏都不太清楚，看来只能到时候随机应变了。这商品还真的是什么都卖啊！卧槽，也就是说我现在有200积分，就相当于有1000万，我不是在做梦吧？曲靖小的时候，父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他一直由爷爷抚养长大。可在前几年，他的爷爷也因为癌症去世了，他现在已经是孤身一人了。但好在爷爷也给他留下了一笔财产，虽然不多，但能够基本维持他上大学的开销了。这笔意外财产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曲靖的意料了。如果真的有了1000万，他这一辈子都不再需要赚钱就能养活自己了。银行卡到账5万元。竟然是真的！如果说每个人初始都有100积分的话，这个恶魔游戏一开始给每个人都发了500万，真是豪气。要不是积分清零会被抹杀，我差点就还想继续兑换了。花5万元买1天的时间晚进入游戏，还是有点奢侈啊！真的是什么都可以买吗？人造卫星。不过，我其实真的有一个东西想查询一下，到底是多少积分？果然可以退出这款恶魔游戏啊！只不过这个积分要求也太高了吧，换算成钱，这都得要2.5个亿了。真就不想让我们离开这款游戏啊！希望下一场游戏也能顺利吧。那个，已经很晚了，那我就先睡觉了。现在才9点吧？曲哥这么早就睡了？游戏开启倒计时显示只剩下半个小时了，希望等会儿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参加这局游戏。嘿，老哥，你这么早就睡觉了吗？哎呦，各位帅哥美女，大家晚上好啊！我是本场的游戏的裁判，恶魔 Asmodeus， 欢迎大家参加本场游戏。原来每场游戏的恶魔裁判还不一样吗？看来这场游戏大家都是老手了，直接开始游戏吧。首先，你们一共有32人，4个人一组，共8组。在接下来的游戏中，所有小组的成员会共进退，大家谨慎分组哦。开始自由分组，
这就开始了。你不介绍一下这局游戏的规则吗？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分组干什么？但这局游戏的规则就是在介绍正式规则前完成分组哦。不过看在是这么帅气的小伙问我的情况下，我可以破例给你们透露一点等会的内容，给你们一个提示词吧。数学。能具体一点吗？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交流并分组，10分钟后没分组的会随机进行分组。数学，结合这个教室的背景，难道是考我们数学题？我是数学系的教授，你们有没有我们数学系的同学？我们组队一起攻克这个难题。顿时，教室里一片嘈杂，大家都在如火如荼地寻找队友。老哥，要不我们组个队伍？我叫王岳松，长府高中高3学生，我数学成绩在班上能排第1。你怎么不去那些数学系教授和那些竞赛得奖的队伍里？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呢？那边的队伍早满了，他们已经强联手了，剩下我们这些高中生基本只能自己互相组队。我想了想，能找一个大学生队友肯定要更好些。万一这次游戏会考一些只能用大学知识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我看老哥你在这里喊了这么久都没人来，于是我就加入你吧。时间到，分组的人随机进行分组。给大家一点时间熟悉一下队友，马上我就会宣讲本场游戏的规则，然后我们游戏就正式开始了。2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既然这场游戏我们成为了队友，会一起共进退，大家接下来得一起努力才行，所以你们也不要紧张。我们还是先进行自我介绍吧，这样等会儿我们之间好相互称呼。我是东海大学的计算机系大3学生曲靖。哦，我是长府高中高3学生王岳松，我数学成绩不错，这场游戏我会尽力的。我也是长府高中的学生，我叫于毅汉，我是高2的学生，我数学并不怎么好，但我会努力的，我不会拖你们后腿。有这么害怕数学的吗？那你呢，同学，你是哪个年级的？东海大学人工智能方向博士生孟婉。上集说到，无人跟男主组队，却随机到一个人工智能博士生孟婉。啥？我刚刚是不是幻听了？他好像说他是博士生，但是他感觉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大啊。真妖孽！等到这场游戏结束，回学校后，我去调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天才。如果真的按照他所说，那他应该挺抢手啊。为什么没有和其他人组队，而是随机分到了我们这组？这种将人拒之门外的感觉，他估计是之前不屑于和其他人分组吧。好了，你们现在应该很熟悉自己的队友了吧？那么我就开始介绍本局游戏的规则了。游戏名称：概率之谜。本场游戏类型：数学思维分析。游戏模式：团队模式。游戏难度1。下面是本场游戏的规则。这次的规则挺简单的，而且游戏难度比上次还小。总结来说就是数学抢答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回答一个问题吗？我数学挺差的。刚才那个恶魔规则里说了，我们可以讨论后再派代表回答，但题目是越来越难的。我们可以让你去回答最简单的那道题，只是希望等会数学计算不要太复杂。这个恶魔游戏把手机什么的都搜走了，我们现在只有心算了，连打草稿计算都没办法。那你呢，同学，你有什么看法吗？我的看法和那个叫曲靖的一样，我等会综合评估各个问题的难度，只要问题存在理论解，我都能够将结果给运算出来。你们只需要按照我的安排顺序和我给定的答案进行回答即可，这样我预估我们能够通过本场游戏的概率能够在 99% 以上。什么？你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应该是他觉得他自己这4道问题应该都能算出来，然后他等会儿会安排我们回答问题的顺序，他能保证我们基本能够通关本场游戏。不是我不相信你，但同学，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吗？不会又在吹牛吧？我觉得我们等会还是讨论再决定答案和回答顺序比较好吧，比较大家一起讨论更好一些。我觉得王岳松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你的能力或许真的非常强，但是个人总会犯错误的，人不可能像机器那样不会犯一丝错误，在大家讨论后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低级错误。你说的也对，
虽然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你们想先讨论，就先讨论吧。讨论正确便无妨，但如果你们讨论出来结果是错误的，我会对你们的答案进行指正。反正这样最终结果也不会改变的。还是这么自信啊，不过能够妥协也是挺好的。游戏开始，根据房间号分为1到8组。每组一个房间，杜绝了不同组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了吗？我们是第8组啊，这个数字应该挺吉利的吧？第一个问题就问大家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吧，毕竟才开始嘛，不能给大家出难了。那么，请听题。问题1，假设一对夫妇有2个孩子，你已知其中有一个人性别为男，请问另一个人性别也是男的概率是多少？很简单，对吧？给大家试试水，请在5分钟内派人回答。这不是明显是1/2吗？这个问题没学过概率的都应该会做吧？难道这个恶魔确实这么好心，真的想让我们大家都通过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虽然我概率学得不是很好，但我也知道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概率是一样的，他们又不是谁的性别影响另一个，那应该就是男女一样啊。这2个人性别的概率是独立的，所以我认为肯定不会互相受到影响。那这个题就我去回答吧，趁着这个题还比较简单，也比较好解释清楚，免得后面的题我拖了大家的后腿。这道题确实不难，但存在一个陷阱，所以你们会认为结果是1/2。老哥，你的意思是这道题的答案不是1/2吗？时间不多，我就尽量说的通俗易懂些。2个孩子的性别组合的可能性为男男、男女、女男、女女，所有的可能性的总数为4个。你们刚才的想法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认为题目的意思是第一个是男孩，也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剩余的可能性只剩下男男、男女2种，这样另一个孩子是男孩的概率就是1/2。对啊，但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那个恶魔说的是你已知其中有一个人性别为男，你们刚刚的理解是你已知第一个是男孩，这2个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个恶魔给的这个条件下，只能排除女女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剩余的可能性有男男、男女、女男3种，这样就保证了有一个人的性别是男，然后你们观察也可以看出来，另一个孩子是男孩的概率是1/3。卧槽，确实，差点我们就被这个题给阴了，这道题也太犯知觉了啊！但我还是没理解啊，要不这个题王月松你刚刚弄懂了，这个题你去回答。我去回答是没什么问题，可这样你就得去回答后面的问题了，后面的问题会更难些吧？确实，这个题的题干都这么简短了，都隐藏着一个这么大的陷阱，我感觉后面的题目可能会更难，所以我觉得于一翰，如果你真的不想拖大家的后腿，那你就必须努力去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剩下接近4分钟的时间，你哪怕把我刚刚的话背下来，等会儿复述一遍都行。比较这个题也不用解释太多的东西，不然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后面的问题根本帮不上忙，让你去回答后面的问题，我觉得更危险。好吧，你有什么看法吗？没有，这道题让我们队伍数学能力最差的于一翰回答确实是最优解。你的解释确实已经很通俗易懂了，如果给那个叫于一翰的数学推导的方法，他更记不住。我没有意见。那就行。然后曲靖又向于一翰复述了几遍解释，于一翰也非常用心的去记忆。时间大概还剩1分钟的时候，于一翰深吸了一口气，紧张的站了起来。上集说到，男主遇到 AI 人工智能博士生孟晚，却也遇到凸显男主智商的于一翰。高中生于一翰不懂初中生概率学，记性却很好。那么，请回答吧。第8组的代表于一翰，答案是1/3。然后将曲靖刚刚告诉他的原理复述了一遍。回答正确，恭喜通过第1题。竟然只淘汰了一个组吗？还以为这种陷阱题目会淘汰更多的人，没想到其他人的实力也不弱啊。大家都表现得很不错，第1题只淘汰了一个组。那么，请听题。问题2，你被传送到了一个密室，这个密室有3扇门，其中2扇门后面埋伏着恶魔，你一打开门就会杀死你，而只有1扇门后面是真正的出口。
你必须选择一扇门打开，但是密室里有一个好心的恶魔裁判，他会在你选择一扇门之后，先不急着打开这扇门，而是会亲自打开剩下2扇门中的一扇，展示其中的恶魔，然后将该门关闭，然后会给你一次换门的机会。此时你应该换门还是不换门呢？并且请求出你生还的概率。时间同样还是5分钟，大家思考后就准备回答吧。注意哦，不能是已经回答过的人起立回答，不然会视为无效回答哦。奇怪，我感觉换不换生还概率都是1/3啊。这个题目如果按照直觉来看，不管换不换门，生还的概率确实都是1/3。但是有了上一道题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没这么简单吧。反直觉的问题啊。这也太难了吧，既要考验数学能力，又要考虑反应能力，你们平时都这么强的吗？孟晚同学，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怎么不和大家一起计算？刚刚第1道题你也是这样做着，这道题你也不来帮我们，我们其他人都在努力，怎么就你一直坐着发呆？我已经算出结果了，我之前都已经说过了，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会降低我自身运算的效率，我会在最后告诉你们结果。不过，你们既然愿意讨论，也是好事情。确认答案的正确，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很重要的。我都不知道你这种奇怪的说话方式，你身边的人能不能忍受你？既然你说你已经算出答案了，那你告诉我们答案是多少啊？不想讨论了吗？确实，这种低效率的形式主义确实没什么必要。答案是要换，生还的概率是2/3。为什么？你做着瞎猜的吗？我没必要向你解释了。如果我向你解释95%概率以上，你会无法听懂，并且你已经回答过问题了，你不需要理解原因，你只需要明白我已经得出答案就行了。你是在故意逃避吗？2/3这种答案怎么可能？无知的人既可悲又可恨。凭你的科学素养，用错误的答案搪塞你并不难，但难的是让你相信正确的答案。2位，别吵了，不然我们等会就没时间回答问题了。我算出来了，答案确实是应该换。而且生还的概率就是2/3。怎么可能？你是不是在故意帮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人？你先听我讲完理由再评论吧。这个题目还是可以分情况来讨论。从题目分析的话，如果不换门的话，生还的概率肯定是1/3。现在我们就讨论换门的情况。你最初选择门的时候，有2/3的概率选到门后是恶魔，只有1/3的概率选到的门后是出口。假设你必定会选择换门的情况下，如果你最初选择的门后是恶魔，那么在恶魔裁判给你打开另一个门后有恶魔的门后，你只要选择了换门，你必定能够换到那扇门后是出口的门，所以这2/3的情况是能够生还的。但反之，如果你最初选择的门后是出口，那么在恶魔裁判给你打开另一个门后有恶魔的门后，你只要选择了换门，你换的另一个那扇门后就是恶魔了，也就是说这1/3的情况就必死无疑。综上所述，答案确实是应该换，而且生还的概率就是2/3。确实，我也明白了。那这道题目就我去讲吧。老哥，你这么厉害，你等后面2道题再去发挥吧。行，我确实本来打算这道题让你去。我没意见。上集说到，初中数学水平都没有的高中生于毅汉硬刚人工智能博士生孟晚，老好人王乐松出来劝和。这道题我来答吧。很快，王乐松就站起来，准确地回答了第2道题。回答正确，恭喜通过第2题。这个问题也只淘汰了1个组。如果按照这个淘汰率，这场游戏最后能够有4个组完全胜利。但这游戏后面会真的这么简单吗？请听题，问题3，有1000个座位，编号是从1到1000，现在编号为1到1000的学生依次来到教室，编号为1的学生性格古怪，来到教室之后是随机坐座位的。编号为2的学生来到教室之后，他先看有没有人坐在2号位上，如果有，那他就在剩下的位子里等概率随机挑选一个，如果没有人坐，他就坐在2号位上。3号也是一样，如果前面有人已经坐了3号位了，他就在剩下的位子上随便挑一个坐，反之则坐自己的位子，以此类推。那么第1000个人坐在第1000号位子上的概率应该是多少？如果教室里有1万个的话，
第1万个人坐在第1万号位子上的概率应该是多少？时间同样还是5分钟。这个题倒没听到什么陷阱了，但麻烦的是，似乎挺难计算的。样本数量明显扩大了，前2个问题只有2个人，3个门，而这道题竟然有1000个人。确实，1000个人，这计算量多大？而且也只有5分钟的时间。如果按照正常的数学概率公式来计算，这根本就不可能算完。那怎么办？要不猜一个1/1000和1/1000？我感觉可能是这个答案。盲猜肯定不行，就算猜中了，估计也过不了。恶魔让你回答那关，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肯定不可能老是分别计算1000个人做所有座位的所有情况，这根本不现实。你是不是又计算出答案了？怎么可能？这个题这么复杂，你能够在不到30秒的时间就已经算出来了。得到结果很简单，但需要思考的是过程，毕竟我们必须得把过程展示出来。这道题去静去回答比较合适。这么快就想到了答案，以你的能力，应该能够去迎接最后一个问题。你先自己思考一下吧。我对你进行评估后，我认为你是有能力自己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当然，如果你在3分钟内没有想出来，那就是我评估失误。我会告诉你答案，你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怎么像是老师指导学生一样？呵呵呵。老哥，你想到答案了吗？我明白这个题的规律了，答案其实不论多少人，最后一个人想坐到自己对应的位置上，概率就是1/2，对吧，孟晚同学？对，用时1分50秒，看来我并没有评估失误。那么，请回答吧。第8组的代表取静。答案是都是1/2。理由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将题目转化为当总人数为1000时，求最后一个人坐到他对应编号位置的概率。我们先假设，如果总人数只有2个人的话，第一个人随机坐座位，有1/2的概率坐到1号或者2号位置，那么第2个人只能坐剩下一个位置，这样他坐2号位置的概率就是1/2。当总人数来到了4个人时，先假设编号1的人随机坐在1号或4号位置，编号2、3的人必定会坐自己的位置，那么就等价于只有2人的情况了。在编号1的人随机坐在2号或者3号的位置上时，被占用的编号2或者3那一个会随机选择自己的位置，而另一个必定会坐自己的位置。在除去了编号1和那个必定坐自己座位的人后，这样是不是又等价于2个人的情况了呢？因此不难看出，4个人的时候，编号4的人坐到4号的概率是1/2。这个时候，这个数学规律已经很明显了。假设总人数为1000个人的时候，我们先假设编号为1的人随机坐到1号或1000号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其余998个人都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和之前一样，就等价于只有2人的情况了。当编号为1的人随机坐到2号到999号位置时，同理，那个被占用位置的人会随机选择自己的位置，其余997人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除去编号1和997个必定坐自己座位的人后，又等价于2个人的情况了。因此，不论是1000人还是1万人，最后一个人坐到自己对应编号的位置上的概率都是1/2。回答正确，恭喜通过第3题。很遗憾，有2个组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进行作答，第3组、第4组淘汰出局。太好了，第3题我们也通过了，这下我们离胜利也只剩下1道题了。还剩下4组啦。这道题是加10分吗？看来越往后加的分越多。确实，我们现在已经有20分了。别高兴得太早了，最后一道题才是关键。现在回答错误是固定扣20分的，如果我们在最后一道题回答错误了，直接功亏一篑，分数会直接变为0。接下来就是第4道问题了。你再次被传送到了一个密室，密室里面有一个恶魔，他会和你玩一个游戏，只有你赢了他才会放你走。他首先向你讲述了规则，在游戏开始后，我会施展幻术将你进行催眠，然后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会公平地投掷一个形状完全规则的硬币。如果投掷的硬币是正面朝上，我会在第2天早上将你唤醒，并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再次将你催眠。但如果投掷的硬币是反面朝上，我会在接下来的连续3天都将你唤醒，并向你问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将你催眠。但是我的幻术强度非常大，你会在催眠后被抹除所有记忆。你在醒过来之后，只会记得这场游戏的规则，除此之外，今天是第几天，之前你醒了几次的情况，你都一无所知。可以简单理解为，
你每次醒来都会感觉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游戏开始，恶魔催眠了你。在你醒了过来后，恶魔向你问出了一个问题：你认为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多少？你如果能完全答对了，就放你走。请问这个时候你该如何回答？这道题你们有10分钟的思考时间，这是最后一道问题了，所以我可能会在大家回答的时候进行一个特殊的询问。我觉得这不明显就是1/2吗？这投硬币和恶魔对你做什么事情没关联吧？投硬币的结果只和硬币有关，题目也说了，公平的投掷一个形状完全规则的硬币，那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肯定是1/2啊。这就是第4题吗？怎么感觉比前面3道题都简单啊？确实，如果按照直觉，这道题的答案一眼看出就是1/2，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给了我们这么久的时间思考，而且这个题还给了我们这么多条件，我总感觉这个题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陷阱。运算竟然矛盾了吗？这道题目有些古怪，竟然能够让我计算出矛盾点来。矛盾点，或者也可以说，这道题目就是一个悖论。悖论？先别打扰我，我必须好好想下该如何去解答这道题。行吧。我明白了，我发现这道题目的陷阱在哪里了。我也知道正确答案是多少了。什么意思？这道题目也和前2道题一样，想利用我们的直觉制造陷阱。如果我们按照直觉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回答1/2，然后就正中了那个恶魔的陷阱了。所以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多少？你先听我分析。刚才那个恶魔讲过，如果投掷的硬币是正面朝上，我只会在接下来的一天被唤醒，然后被消除记忆并陷入沉睡。但如果投掷的硬币是反面朝上，我会在接下来的连续3天都被唤醒，然后每天都会被消除记忆并陷入沉睡。所以无论硬币投掷的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我终归会被唤醒。那么我醒来的所有情况一共有4种，分别为正面的那一天和反面的第1天、第2天、第3天。所以硬币朝上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如果顺着我刚刚的逻辑，答案已经很明显了。4种情况下，只有1种情况硬币是正面朝上的，所以硬币朝上的概率是1/4。我觉得不对吧？硬币投出去，正反面概率一样，这应该是个客观事实吧？就算你这分析我感觉没啥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是1/2。可是你被唤醒4次中有3次是反面，而且这道题目的题干也说清楚了，是在你被恶魔唤醒的前提下问你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回答1/4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硬币投出去正反面概率就该一样，只不过确实好诡异啊。你再从恶魔出题人的角度考虑，这道题肯定没那么简单，所以肯定不是1/2。我这分析肯定没有问题。你说的确实有点道理，在题目中，我的视角里，醒过来确实是反面的概率大一些。具体来说，就是反面的概率是3/4，正面的概率是1/4。而且，你认为题目中是恶魔在问，我认为概率是多少，所以从我的视角出发回答没有问题。对。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假设从恶魔的视角里来看，这个硬币投掷的概率是多少？没错，在恶魔的视角来看，硬币投掷一次，正反的概率是一样的。但这怎么可能？从不同的人来看待同一件事，得出的概率竟然完全不同。所以我感觉这道题很古怪。但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概率是1/4，所以我觉得回答1/4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过我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恶魔既然是出题人，那么我的回答是不是该依据他的视角来进行回答呢？所以我感觉至少现在还不能下定结论。那这个题该怎么回答？不管回答哪种，必须得要给出完美的解释。你忘了这个恶魔之前说过，这道题会进行特殊的询问了吗？这在之前的3道题都没有出现过。所以恶魔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答案进行解释。希望孟晚能够成功解释这道题吧。我已经整理好了，请先阐述你的观点吧。第8组的代表孟晚，我认为这个题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实际上牵扯到的是人们如何去看待概率，是主观的去看待概率，还是客观的去看待概率？
在本题目中，如果客观的去看待抛硬币这件事，即我们可以用题目中恶魔的视角去看，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必定是1/2。但如果以题目中的我的主观来看待这件事，因为我被唤醒有4种可能性，其中有1种是硬币正面朝上的情况，而另外3种是硬币反面朝上的情况，所以这时凭借着我的主观来看待，硬币朝上的概率就是1/4。因此，我认为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悖论。你的这个回答和刚刚那个组很像，不过他们最后还是被淘汰了。我会解释清楚我的答案。很好，现在有个特殊的询问，我就讲一下询问的规则。我会将你们组中第一个回答问题的人作为询问者，也就是于一翰。你必须要让他完全理解你的逻辑，直到他真正的懂了。期间，他可能会对你的问题提出疑问，你必须做出回答。在你讲完了之后，如果他还是没懂，那么你们组直接被淘汰。你在解释的过程中不得说出任何其他和本题目无关的话，提示他在最后回答自己懂了，不然我发现了直接会判你们组淘汰。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这个规则好奇怪，这过没过的主动权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吗？这下太好了，我等会直接说我听懂了，我们就赢了。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是把我们2个给透明化了，声音也抹除了吗？看来是不想我们俩对孟晚和于一翰进行干扰。好了，那么准备阐述你的观点吧。孟晚同学，你赶紧给我解释下这道题吧，我马上就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这个题目还是什么都不懂啊，等会听说这个恶魔还得问我问题，我还不能死记硬背，必须真正弄懂才行啊。怎么回事？篡改了于一翰的记忆吗？没问题，我会在你去回答问题之前给你讲懂。这心理素质也太好了吧。那么你现在掌握到哪种程度了？你刚刚之前好像说了这个题是什么主观的去看待概率，还是客观的去看待概率，但我并不太理解。这道题目我觉得答案明明就是1/2吗？我认为你的回答就是在偷换概念。我是因为硬币正反醒来的概率跟硬币是正反没有关系，不是同一个事件，就好像扔2个硬币都是正的概率是1/4，但是扔第2个硬币是正的概率还是1/2。这个时候曲靖才反应过来，这个要求于一翰理解孟晚的看法有多难了。因为于一翰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很难去接受其他人的看法。你说的其实没错，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硬币投掷的正反概率都是一样的。如果这道题的题目是直接问我孟晚这个人，我会遵从客观的角度回答1/2。但是如果像题目所说的，恶魔向你问出了一个问题，问的是题目中的那个我，这个时候的答案就是存在多态了，也可以说是存在矛盾了。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那么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概率的主观性吧。在某些观点看来，概率就是主观的。概率相当于是一个人对于一件事发生的信心程度。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来，主观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换言之，参考系的不同，会导致人们对一件事所发生的概率有着不同的看法。而我们所说的客观，也是一种特殊的主观视角，是一种我们认为的能够在看透事物本质的参考系中所进行观测。你能举个例子来说明在不同的人看来概率不同这个观点吗？假设我要是问你，你出生的概率是多大？你现在该如何回答？什么意思？这不很明显是绝对事件吗？我都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出生的概率肯定是100%啊。对，不管我去问谁，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肯定说100%。但是这只是在回答问题的人的主观意识下所认为的，也就是以回答问题的人已经存在的世界作为参考系。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即以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存在的世界作为参考系。我问你一个基本的生物常识问题，人生命的诞生的标志是什么？是受精卵吗？你说的没错，生命诞生的标志就是受精卵。而受精卵是通过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而构成了生命。往前溯源，人在母亲的体内成为受精卵之前，还是一个精子的时候，必须要在数以亿计的精子中脱颖而出，才能和卵细胞结合成为受精卵，然后才能从受精卵变成胎儿，最后才能够被母亲生下来，从而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它存在的概率是极其微小的了，
小到可以说是1/1，几乎可以认为是奇迹了。这就是你说的客观的视角了吧？如果我们再将参考系放大，人的一生大约会与近3000万的人相遇，而其中能够相识成为朋友的不过是几百人，能够真正交友一辈子的不过10来人，到最后能够相守一生，并且生儿育女的只有其中之一二。因此，父母能够相识相守的概率只有3000万分之一二，并且相对于男性能够随时贡献出自己的精子不同，女性的排卵是有数量和时间上的限制的。女性这一生的卵子数量是规定好的，大约在300到500个之间。卵子完全排出之后，就会进入到绝经期，这预示着女性正式失去生育的能力。而每个月中，只有排卵期到来的时候，精子才能和卵子相遇并且结合，而排卵期的时间大约在1周左右，也就是在这1周的时间里，父母才有受孕成功的机会。所以1年的所有日子中，大约有1/4的概率有怀孕的机会。而且哪怕是怀孕了，在顺利分娩之前，并不是每一个胎儿都能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据最新的数据统计表示，全世界每年大约会有15%的概率是存在自然流产的风险的，更不要说有些是药物流产或者是人工流产的数量了。所以说，即使发展成为了胚胎，在排除了刻意流产的行为，一个人成功出生的概率也就只有75%。你这些数据都能记住的吗？所以，如果要追溯父母的一生的角度来看，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出生的概率是不是又小了不少？如果我们将参考系再次放大呢？我们要出生的前提是不是必须保证我们父母生下我们？那我们父母要生下我们，前提条件是他们也必须要存在。那么，我们父母要存在的话，也必须要让我们父母的父母生下他们。我们父母的父母要存在的话，也必须要让他们的父母生下他们。如此循环下去，从地球诞生之初，我们的每一个祖辈都必须存在，必须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存在。这样，这个概率是不是得一直继续减小？我估计减小后的概率甚至小于1该的1该次方分之一。1该等于11000亿，你也不需要去理解这个，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概率是非常小就行了。但是，这是终点吗？刚刚我是以地球诞生之初到现在作为的参考系，那么如果我以宇宙诞生之初为参考系呢？而且说不定还有在宇宙诞生之初更早的时间，只是现在的人们没有研究出来罢了。假设我是全知的视角，我再以那个时间作为参考系呢？所以现在我再问你，你出生的概率是多大？你现在又该如何回答？所以你的意思是，参考系的不同，就算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概率也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对，你能理解这点就好办多了。我有个疑问，既然概率可以按照不同的参考系来进行推断，那说明许多事件都存在着多种概率，为什么我们平时都会认定一个事件的概率是一定的呢？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一套规则来看待概率的问题。当我们回答一个与自身无关的问题时，我们更偏向于用我们所理解、所认同的客观的事实来看待概率，而我们回答一个与自身相关的问题时，我们会更偏向用主观的视角，也就是以我们自身作为出发点来看待概率。就像我刚刚提出的例子，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你肯定下意识认为自己既然已经存在了，那么我出生的概率就是100%。但是如果问你，你认为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出生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时候，因为被提问的人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这时候我们更倾向于用客观的事实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出与之前截然相反的答案了。确实，这好像确实能够解释。回到这道题目上来，当这个恶魔问我，你认为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多少？已经将我放进了他布置好的陷阱里。因为这个认为二字没有规定到底是我用我自己主观的看法来进行回答，还是用我们所熟知并认同的客观的看法来回答。这里我既可以从我的主观来看待这个问题，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就是1/4。同样的，也可以从恶魔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的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就是1/2。参考系不同，获取的答案就不同。因此，这样看来，
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也就是一个悖论。就如同世间万物都没有定论，只在于我们把自己放在哪个参考系里来看待。我这下明白了，我觉得我等会去给恶魔回答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谢谢你，孟晚同学。恭喜你通过第4题，孟晚玩家。这次获胜的仅有第8组，还真是可惜呢。本次游戏也告一段落了，5分钟后会进入结束。牛逼啊，姐！能让于毅汉信服，真的很厉害。多谢。我刚刚是怎么了？睡着了吗？我刚刚似乎做了一个梦，好像是我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啊。对了，这个题孟晚你去回答了吗？不管你怎么讲，我都会说我理解了，直接让我们通过的。不得不说，这个恶魔的记忆操控还真是厉害啊。已经结束了，你刚刚那个梦就是刚刚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最终还是赢了。这场游戏我们能加积分了，连输了好几场，终于能够加1次积分了。连输了好几场，这也太惨了吧。我也差不多，感觉输的局数比赢的多，也不知道我的积分能撑到什么时候。曲靖和孟晚，你们2人应该积分挺多的吧？你们这么厉害，肯定经常赢吧？我还好吧。其实我除了这场游戏，也只参加过1场游戏，上场游戏运气比较好，赢了。真好啊，要是我也能够更厉害一点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恶魔游戏会选中我这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不清楚这个恶魔游戏的选人机制，我感觉这个游戏就只选了我们城市的人，具体来说，甚至就是我们长府高中和曲靖你们东海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因为我发现，至少我参加的所有游戏中参与的玩家都是这2所学校的同学以及老师，我就感觉很诡异，不知道为什么单独针对我们。你这么一说，我记得好像还真是，我参与的几场游戏好像也只有这2所学校的人，而且不光只有同学和老师，连一些学校里的清洁工等工作人员，我记得之前我有1场游戏都遇到过。孟晚同学，你有什么看法吗？因为只能选我们吧。什么叫只能选我们？难道这个恶魔游戏也被什么未知的条件给限制住了吗？这只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的证据。而且我感觉这个恶魔游戏还不断在选人加入。前几天我上1场游戏看见了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得知他是新加入这个游戏的，是第1次玩。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对了，我听说积分归0，我们会在现实里真的被恶魔杀死，这是真的吗？不好说，因为我是真的听说过有人因为积分归0被恶魔抹杀了，当然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也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真的。真的吗？那这个被抹杀的人的家人和朋友没有注意到吗？这个恶魔游戏再怎么大的本事，也没办法阻止这些人去报警吧，而且说不定还会把事情给闹大。那个恶魔游戏抹杀人的方式不是直接杀死他，而是将那个人的存在给直接抹除，就好像那个人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上。所以你觉得真的有人会去做报警这种事情吗？这怎么可能做到？从刚刚那个恶魔能够篡改你记忆和认知，我感觉那些恶魔还真的能够做到。既然那个人的存在被抹杀了，那你现在怎么还记得他？我们参与了恶魔游戏的玩家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有我们会记得死了哪些人，我们无法忘却，我们会一直背负这些记忆前行。可恶，我们不是一直被这些恶魔玩弄于股掌之间吗？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现在也只能尽力去完成每1场游戏。能不能想办法逃离这些游戏啊？逃？我们能够逃到哪里去呢？看来游戏结束的时间要到了。不过注定的命运是绝对的，世界螺旋崩塌，秩序瓦解，我已经预见到那一刻的到来了。玩家曲靖，当前积分199加40，共239积分。曲哥，你怎么下床了？你刚刚不是睡了吗？哦，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需要到网上查一查资料。果然找到了，总感觉跟我见过的孟晚有些不一样，之前的更生动一些，现在像是没有感情的机械一般。14岁上大学，16岁研究生，他的导师宋建邦在人工智能曾经荣获多项世界级的奖项。孟晚的最大学术成果是和其指导教授宋建邦一起发表的一篇论文，
似乎是提出开发媲美人类的高智能机器人。哟，原来曲哥在看妹子啊！这是哪个学妹啊？入了我们曲哥的法眼。哟呵，你仔细看一看，她是我们的学妹吗？博士生，这怎么可能？晚上，曲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回想起上一场游戏中孟晚说的话，注定的命运是绝对的，世界螺旋崩塌，秩序瓦解，我已经预见到那一刻的到来了。唉，还是好好准备下一场游戏吧。也不知道这个间隔时间是怎么计算的，这次只有2天的休息时间。最重要的是，自从爷爷走了后，我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亲人、家人都死了，没有人能够记得住我。就算我死在游戏里面，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这种赢了赚钱的机制对我来说还算挺友好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中，曲靖似乎梦见了自己又进入了一场恶魔游戏，但是曲靖似乎卡在了最后一个问题上。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曲靖内心快要崩溃了。身边的一个身影安慰道：“不要慌，阿静，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解出这道问题的。就算你最后没办法回答出来，我不会怪你的，我们大家也不会怪你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刚刚的梦境好诡异啊！已经11点了吗？这不应该是孟晚吗？他怎么上学校的新闻了？萧明轩，没想到竟然把这个当新闻来写了，也不知道孟晚自己看见了会不会介意。让曲靖震惊的是，发布仅1小时，点击量就破万，评论区有怀疑、惊叹和赞赏的留言。由于实名制，评论比较和谐。曲靖浏览新闻时感到违和，仔细查看孟晚的6张照片后，发现其中有一张她穿着白裙站在纪念碑前微笑的照片，让他觉得不太对劲。单独看这张照片，只是一张普通青春少女的照片。暂时不要去找孟晚，好好休息2天吧。很快，2天时间过去，第3场游戏也到来了。曲哥，我终于找到战友了。曲哥，嘘，你小声点，最好不要太张扬，不然容易遭人惦记。你怎么也被卷入这个恶魔游戏了？我本来在食堂吃饭，结果就莫名其妙的被这个什么混账游戏给选中了。之后还参加了2次，这混账游戏的规则还真是多，而且还真他妈诡异。之前我给我爸妈说了这件事，结果你猜怎么？第2天他们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还扣了我20积分。我差不多也是吧。我在去上课的路上就被迫参加了第1场游戏。不过曲哥，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吧？我们等会儿会一起度过这个恶魔的游戏，没什么问题吧？等等，你是不是只参加过团队合作类型的游戏？我之前参加过3次游戏，虽然内容都不同，但基本都是让我们一起完成的吧？你心可真大，我感觉这个游戏和我参加的第1场游戏很像。那场游戏是被分成2个阵营进行的对抗比赛。啊，那这么说，我可能等会儿就会与这些和我们一样的玩家为敌，但是与其他人为敌还好，与曲哥你为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没什么的，等会儿尽自己的努力就行。错觉吗？仿佛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女生。喂，这是什么情况？你们谁知道吗？谁把我们绑架到这里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们都聋了吗？说话啊！你们不会就是绑架我们的犯人吧？你们这是犯法的啊！够了，安静些。我好害怕啊，说不定他们也是绑架我们的一员。云溪，你难道不害怕吗？现在慌没用，你先冷静下来，先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比较好吧。这个云溪如果是新手玩家，心理素质也太好了。是怪物啊！大家快跑啊！每次新人玩家都是废话真多，老是打断我讲解规则，直接把你们所有人静音了吧。你们新人玩家好好听规则吧，别一天天的像刺头一样。你们新人玩家还有第1次参加游戏可以获得失败减少积分扣除，胜利可获得额外积分的福利。你们不知道老玩家有多羡慕这个福利吗？那么我还是先来介绍下本场游戏的信息。游戏名称：潜伏在村庄的恶魔。本场游戏类型：情景身份推理。游戏模式：对抗模式。游戏难度：3。游戏玩法跟第1场游戏大致一样，不一样的是，
将寡妇的身份换成了一个信使和一个魔道士，并增加了2个普通村民，难度升级，基础积分也提升到了25。信使不能保护大家，但会在每天早上传递消息，并且信使同样享有投票的权利。魔道士知道所有的恶魔，但是恶魔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会保护恶魔，并在所有恶魔死亡后变成新的恶魔。请查看自己的身份卡牌，10秒钟后卡牌会自动消失，游戏正式开始。不会吧，我怎么这次又是恶魔？只希望这次的队友能够给力一点。不愧是老手玩家，从表情上看不出什么来。这几个高中生明显要紧张一些。你是谁？你是谁？和之前的那局游戏一样啊。接下来就应该是出门去查看自己的队友了吧，并且共同商量，然后去击杀一个人。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这样等会好称呼。那我先来啰，我叫田丽丽，是东海大学文学系的大2学生。拿个恶魔牌，你竟然不紧张，还很兴奋。我叫方柳思，长府高中高3学生。曲靖，东海大学计算机系大3生。哦，这位帅哥，原来你就是曲靖啊！你认识我？我们之前见过吗？你之前是不是跟丁杰允玩过这种身份推理的游戏？啊，哈哈，你是丁杰允的朋友吗？他竟然会告诉你他参加过的恶魔游戏内容。他是我们推理社的社长，也可以说是朋友了。丁杰允之前逻辑分析能力还真挺强的，原来他是推理社的社长啊。对了，我们明天的战术是什么？我之前也玩过一把和这个类似的游戏，但是输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讨论下我们明天该怎么发言吧。确实哈，这个小妹妹说的挺对。战术嘛，其实第一天晚上我们其实也不太清楚好人阵营的身份分布，讨论太多也没什么意义。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明天我们必须得派一个人和真正的占卜师对跳。对跳占卜师吗？让我来吧，我之前还参加过我们学校的狼人杀比赛，还拿过奖呢。我发言可好了，明天肯定能够把真的占卜师给抗推处决。行啊，我明天会看情况，如果你发言好的话，我会为你打山洞。只要好人不能准确找到占卜师，我们恶魔还是很好打的。那我怎么发言呢？你就按照你的发言方式正常发言了吧。如果你觉得你发言实在不好，你去站边真的占卜师，然后故意聊得像个恶魔，然后降低真正占卜师的公信力。确实，变非真正的占卜师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如果你觉得自己发言不好，那你就装作相信真正的占卜师，这样真正的占卜师肯定会相信你，其他好人也会因为你的发言不好来站边我们恶魔。好的。今晚我们来击杀谁？我没有什么特别想今晚击杀的人。我在游戏开始前观察过其他一些人的表情，不过遗憾的是，我什么都没看出来。我也是。我这里倒是有一个目标人选，你白天看见了我旁边那个戴眼镜的装斯文的那个女生了吧？我觉得今晚杀她准没错。你不会认识她吧？我当然认识她，她叫后雨竹，也是我们推理社的成员。这家伙成天装的自己像个文学少女，想获得我们丁社长的青睐，可没想到我们丁社长还真的就吃这一套，最近还真的天天和这个狐狸精在一起。如果我没猜错，这是一个狗血的3角关系吧？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第一天晚上死亡的玩家应该是有遗言的，如果你今晚直接把他杀了，我觉得他在遗言里大概会指认是你干的，你会很危险。这倒也是，第一晚最好还是选一个和我们无关的人下手比较好。我有一个问题，话说我们不是有一个魔道士队友吗？虽然魔道士不能和我们相认，但他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在白天通过观察看谁在向我们暗示。如果击杀到我们队友，这样我们不就亏大了吗？那我们今晚上要杀人吗？我们也不能不去击杀吧，毕竟我们恶魔的武器就是晚上的杀人，来减少好人阵营的人数。田丽丽刚才说的没错，我们恶魔晚上一定是要杀人的。先不说今晚击杀到魔道士的概率是1/10，而且就算击杀到魔道士了，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劣势。如果假设我是那个被队友误杀了的魔道士，我会在遗言里直接跳自己是一个占卜师，并给我的恶魔队友发好人身份，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惯性思维，死去的玩家肯定是好人，所以会很大概率去相信这个魔道士跳的占卜师身份。
只要我们在场的恶魔再进行一些煽动，说不定能够把真正的占卜师给处决掉。其实我有注意到，那个男教师拿到身份牌后，感觉脸色有一瞬间不对劲，他可能带身份。但万一他脸色不对劲，是因为他拿到了魔道士呢？那确实，我觉得他虽然脸色不对，但并没有紧张。拿到魔道士这个恶魔阵营的身份，应该会很紧张吧？赌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原来这个人名字叫文元忠啊，那就抱歉了。奇怪了，难道这局游戏的恶魔裁判偷懒了，没有设计好恶魔晚上的击杀操作？你是谁？你是谁？我们运气也真够好的，第一天晚上就选中了僧侣保护的对象。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文元忠就是僧侣了。第一晚没任何信息，而且唯独今晚僧侣可以保护自己，我们第二天继续杀文元忠就行了。2晚击杀僧侣其实也不算太亏。至少我们也避免了击杀自己魔道士队友的可能性。就怕第一晚外置位乱保护人，恰巧保护的对象就是文元忠，刚好我们今晚击杀到文元忠，那才是天崩开局。看明天文元忠什么反应了。如果他真的是僧侣，他看见昨晚没有死人，肯定知道是自己保护自己成功了，那么他也会明白自己第二天必定会被杀死，所以明天肯定会跳出来的。如果他明天不跳僧侣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下我刚刚讲的那种可能性了。明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悍跳的水平吧，绝对能够抗推真的占卜师。萧明轩可真是一个老好人，这个时候还在给新玩家进行讲解。这么看来，萧明轩很大概率就是一个普通村民了。他如果拿到魔道士，不可能这么神情自若。看来这局游戏，我和他不是一个阵营的。咦，昨晚没有人被恶魔杀害吗？难道恶魔玩家有这么好心，直接送我们好人赢吗？说不定呢，万一恶魔玩家里面有个圣母，不愿意杀人呢？真的吗？太好了，我们这样不就安全了吗？不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会直接承担队伍的所有扣分的。真的有人疯了才会这么做。万一真的有这么善良的恶魔玩家，这不就被你吓跑了吗？你是故意钓鱼的吗？但昨晚毕竟没有人被杀死啊。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恶魔在装傻，还是真的就脑子转不过来。你们两个不仔细听规则的吗？我们好人阵营有僧侣啊，每天晚上可以保护一个玩家不被恶魔杀害。如果昨天晚上没有死人，那说明僧侣保护对了啊。今天信使存活，给大家带来了信件。我是僧侣，昨晚守护的自己。既然昨天晚上没有人死亡，那么说明昨晚上恶魔的击杀目标就是我。恶魔肯定会继续击杀我，今晚我必死，所以我现在藏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明好人来给大家带一下，对吧？为什么你就是明好人了？万一你是恶魔呢？故意假跳僧侣，想把我们真正的僧侣逼出来和你对跳，这样你们恶魔就可以在今晚把真正的僧侣击杀掉了。恶魔不可能假扮僧侣，因为僧侣第一晚可以自保，如果没人死亡，说明僧侣被恶魔攻击但保护成功。恶魔既然已经知道僧侣是谁，就没必要假跳僧侣暴露自己，反而会让好人锁定恶魔身份。好了，就暂且相信你吧。那么我们先进行自我介绍吧，方便等会相互称呼。我是文元忠，长府高中的数学老师。我叫后雨竹，东海大学文学系大二生。我叫田丽丽，东海大学文学系大二生。大家依次做了自我介绍，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白天的讨论吧。先请占卜师报出自己的查验信息吧，这毕竟是我们好人开始寻找恶魔的逻辑基点。那么作为好人团队的领袖占卜师，我就出来为大家指明方向了。我昨晚查验了这位叫关忍的男生，因为我在游戏开始前曾观察过大家的表情，我就发现他表情似乎非常紧张，于是我就奔着查验恶魔的心态去查验他，结果昨晚果然查验出他就是恶魔。什么？我是好人啊，你是不是搞错了？直接给好人丢查杀吗？你可真是胆大，虽然概率不大，但万一发给我们的魔道士队友，不就尴尬了？怎么是你田丽丽跳占卜师啊？我很不想相信啊！要不你今晚验我，直接给我发一个恶魔身份如何？这样我就明白你是假冒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好人全票把关忍投票处决了，
这样我们就成功处决了一个恶魔。今晚僧侣你保护我一下，我还能够再查验一次人。我会根据今天白天所有人的发言情况综合对比来进行选验。我不是恶魔啊！我突然明白了，你才是恶魔，我是好人啊！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啊！恶魔竟敢悍跳占卜师，我才是真占卜师。昨晚验了5位，出于私人恩怨，本想把他投出去，可惜他是好人，所以今天只能处决假跳的田丽丽了。想救队友，可惜他心态崩了。不过谢谢你自爆，又找到一个恶魔。官人这发言，恶魔都懒得救他，但你急着处决他，反而证明他大概率是好人。2个占卜师对跳了啊！怎么办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占卜师啊？虽然我和田丽丽有私人恩怨，但这是恶魔游戏，他仍有可能是真占卜师，我得再想想。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石俊杰，你虽然给了我一个好人身份，但我不能认你。我感觉你就是想去捞官人，你刚刚的表现太刻意了。呵呵，先放下私人恩怨吧，带着偏见你怎么都挑得出毛病。如果我是恶魔悍跳占卜师，直接给你发恶魔身份就行了，何必给你发好人牌，还压缩队友生存空间？哟，你是不是急了啊？反正我是不信你，我可是你验出的好人，我的身份肯定比你高吧？所以我带头为大家号召不要相信你，没问题吧？你是谁？你是谁？现在这个局面，2个占卜师对跳，其中肯定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恶魔假扮的。而且除了这个明面上的恶魔，还有2个恶魔以及一个魔道士潜伏在我们人群中。现在我们好人玩家的信息非常少，故我们不能有效地整理我们好人的信息，我们好人就无法团结起来，从而无法找到恶魔。确实，如果我们好人就一直这样不作为，恶魔很容易赢的，因为恶魔知道谁是他们队友，但我们好人不知道，我们好人会互相猜忌，我们需要信息来进行推理。我作为一个名好人，等会我要求所有人都要轮流进行一次发言，在发言中必须要聊出自己认为哪个占卜师是真的，并给出理由。我要求不能发出什么我分不清这种言论，如果谁说了，我就默认他是一个想装晕淡出我们视线的恶魔。这个文员中看来也还是有点水平的，我也可以利用这个发言给田丽丽打一波煽动。在大家发完言后，2个占卜师再进行总结，并且必须要点出你们认为的所有恶魔是谁。然后我们好人再自己进行考虑，进行今天的处决。没问题，让大家多发言也好，这样我也更好确定今晚我该验谁。好了，那么就从我右手边开始逆时针发言吧。第一个人是你叫汤明是吧？那就开始吧。从发言看，田丽丽更像真占卜师，石俊杰给5位发好人牌，而5位却带头质疑石俊杰。无论石俊杰是好人还是恶魔，5位都大概率是好人，所以石俊杰应该是铁好人。今天我会跟他的判断走，目前逻辑有限，我就说这么多。下一个5位，我刚刚都说过了，我铁不信石俊杰这货，你们后面谁敢相信他，我就认为是他的恶魔队友在帮他过。下一个申杰，啊，到我了吗？我不知道啊。哼，可我真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什么装晕的恶魔。但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认为今天要不我们就处决官人吧，反正他之前那么紧张，应该是一个恶魔吧。我们再留他们2个占卜师1天，明天又多一个查验，应该更好判断了吧。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下一个马志成，申杰，你应该自信点。我就觉得田丽丽肯定是好人，那么阳光可爱的女生怎么可能是恶魔呢？相比那个石俊杰一脸阴沉，简直就不是一个好人。我肯定相信田丽丽啊，今天就把她验出的恶魔官人给处决了吧。这个发言真够烂的，根本没有任何的站边逻辑。这个马志成不会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吧？毫无逻辑的相信田丽丽，你这样发言只会拉低田丽丽的占卜师面啊。下一个云溪，马志成，你判断田丽丽是真占卜师完全没逻辑，你们忽略了一个关键，5位可能是魔道士，未觉醒的恶魔，他带头质疑石俊杰就是在为恶魔队友煽动。而且石俊杰如果是恶魔，根本没必要冒险悍跳，官人那种差发言不值得救，他们只要今晚杀僧侣，明晚杀真占卜师就赢了。从收益看，石俊杰的跳身份行为
反而更像真占卜师。我会投票处决田丽丽。云溪分析的确实到位，虽然不确定五位是不是我们魔道士队友，但他已经帮我们站对边了，得想办法让更多好人相信我们。下一个后雨竹，我赞同刚才的分析，田丽丽明显是假占卜师，但五位的行为太可疑。石俊杰给他发好人牌，他却带头反咬石俊杰，现在想来，他八成是魔道士在给恶魔冲锋，既避免被恶魔误杀，又能快速和队友相认。这种无逻辑站边田丽丽的行为，根本就是魔道士的玩法。我投田丽丽。下一个官人，我真的是好人啊，大家要相信我啊！那个叫田丽丽的女人就是一个骗子，我就一个普通的村民，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啊！我真的不是恶魔。下一个方柳丝，我也觉得石俊杰才是真占卜师，官人发言那么认真，不太可能是恶魔，那指认他的田丽丽肯定有问题。我跟两位小姐姐投石俊杰。下一个曲靖，官人全程只说我是好人，却不分析，我认为是被查杀的恶魔在演戏。刚刚方柳丝毫无逻辑，直接站边石俊杰，在我这里直接给你标一个恶魔。我认为的恶魔，官人、石俊杰和方柳丝，最后一个开在云溪和后雨竹中。你们之中有一个站错边的好人，至于五位是魔道士，而石俊杰是真占卜师。首先不说占卜师查验到魔道士的概率很低，假设五位是魔道士，魔道士反咬发自己好人牌的占卜师，等于自爆身份，让占卜师明确知道魔道士是谁，对恶魔阵营有百害无一利。所以我认为如果五位是一个魔道士的话，他最佳的策略应该是继续隐藏住，因为这样他在真的占卜师的眼里就是一个明好人了，恶魔阵营就会出现一个披着铁好人衣服的恶魔，这样肯定比他直接向石俊杰摊牌他是魔道士收益更大吧。很明显五位肯定是一个真正的铁好人，况且五位和石俊杰两个应该是相互熟悉的吧，我相信他的判断肯定比我们这些不了解石俊杰的人更准确吧。各位，这个边应该不难站，我会认田丽丽为占卜师，今天会投官忍出局。最后我再给田丽丽你一个建议，我认为你今晚就在云溪和后雨竹之中选验一个，这样就可以锁定最后一个恶魔是谁了。下一个萧明轩，曲哥就是牛逼，跟我想的一样，这不是很简单吗？曲哥刚刚都把逻辑讲得清清楚楚了，而且我感觉啊，田丽丽大美女这么诚恳，肯定是个好人。你们恶魔玩的真菜，这么快就被我们好人全部抓出来了，过。那么两个占卜师总结发言吧，田丽丽先来吧。很感谢大家的信任，我的确是真的占卜师，只要大家能够相信我，这把我们好人不难赢。我来点一点谁是恶魔吧。首先我查验出的官人肯定是恶魔，和我进行对跳的石俊杰肯定是恶魔，最后一个恶魔和魔道士，我认为方柳丝肯定占一个，他的站边逻辑非常爆炸，他认为官人是恶魔，不可能演戏，这不就一个无理由强行逻辑吗？恶魔本来就是要靠欺骗我们好人才能生存的，所以恶魔演戏的收益是高于好人的。在我看来，方柳丝肯定是一个做作的恶魔。最后一个恶魔的位置，我的看法和之前发言的曲靖同学一样，我认为在云溪和后雨竹之中，你们直接给我的对跳恶魔打山洞，我不能放过你们，因为我今晚会查验你们俩其中一个，如果查验出恶魔，那明天可以直接处决他，如果查验出是好人，那么另一个就跑不掉了。今天大家就跟我全票把官人给处决了。石俊杰，该你发言了。一圈发言听下来后，我现在很不好找恶魔。现在绝大多数人相信田丽丽，但我作为真占卜师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认为云溪和后雨竹两个人肯定是好人，如果他们是恶魔，在形势对田丽丽有利的情况下，没必要来站边我，而且他们所说的逻辑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之前确实忽略了五位是魔道士的可能性，现在一想，五位没有任何理由去站边田丽丽，就算是我们之间确实有点私人恩怨，你这也太过分了。我现在认为你必定是魔道士。至于方柳丝，他虽然站边我，但我有点信不过他，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电飞我的。他也是和五位一样毫无逻辑的进行站边。我观察到，在他发过言后，你们似乎更怀疑我了。今晚我就看着在那几个没逻辑站边的人中选验吧。我今天归票田丽丽，希望能够把这个明面上的恶魔处决了吧。众人陆续写下了自己今天想要处决的对象。这笔怎么拿不起来？你快点啊，不就是写一个名字再投进箱子里吗？你在磨叽啥？你催什么催？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我都没搞懂这个投票。哟，写个名字这么简单都搞不懂，该不会你是一个恶魔吧？想利用这个投票纸
来给队友传递信息。你他妈才是恶魔，少在这血口喷人！我的确还没弄懂这个投票项。申杰，你也还是抓紧点时间，后面的人还等着投票呢。本次投票结果为马志成、曲靖、申杰、汤明、田丽丽、文元忠、肖明轩投给官人，共计7票。官人后雨竹、石俊杰、云溪投给田丽丽，共计4票。方柳思、5位、信使7票。今日被处决的是官人。你们这帮该死的混账家伙！我都要以为他是魔道士了，没想到5位竟然弃票了，而且信使这个身份也弃票了。唉，真是头疼。夜晚前必须返回自己的房间里，否则将会强制转移回房间。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跳占卜师跳得好吧？还直接抗推了一个好人，呵呵，我是不是很厉害？厉害，厉害！这样我们恶魔阵营确实就领先了。今晚杀人的目标应该没什么疑问了吧？肯定是文元忠了。我有个疑问，我们可不可以不杀文元忠？然后大家明天看见他还活着，就会误认为他不是真的僧侣，而是个恶魔了，然后白天把他处决出局。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首先，我们不能让僧侣活在场上，因为僧侣对我们恶魔晚上的杀人是一种极大的干扰。我们本来已经击杀失败1次了，如果击杀的目标在被僧侣手中，这对我们恶魔阵营是极其不利的。其次，好人也没那么傻，并不是只要我们不杀文元忠，他们就觉得文元忠是恶魔。根据我白天的观察，我认为本场游戏的好人阵营的有几个玩家逻辑挺强的，我不会认为他们会草率处决文元忠。最后，我认为我们今晚在外置位没有可以选的杀人位，我们也不能动石俊杰。如果明天石俊杰死了，就相当于直接告诉好人田丽丽是恶魔了。其他人我觉得最好也不要动，因为现在我们的魔道是队友。说实话，我还没分清楚，我觉得贸然在外置位击杀很容易击杀到我们自己的队友。厉害啊，曲靖帅哥，你果然挺强的嘛。行，我明白了。对了，曲靖，你认为谁最可能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不好说，我本来以为5位应该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当时云溪的那个分析我认为非常正确。不过诡异的是，今天投票的时候5位竟然弃票了，搞不懂。白天只有我和5位弃票了，而且信使也弃票了，那是不是说明5位是信使啊？并不一定，规则上并没有说信使他自己投的票和他信使身份的投票必须是一样的。有可能那个信使玩家在故意将信使身份的那一票进行了弃票。不过方柳思，你今天弃票的行为真的不好。你本来在发言的时候就说明了自己会站边石俊杰，结果你在投票的时候弃票了，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在其他人眼里会非常差。我当时看还有好几个人也是站边石俊杰的，我怕我再多投1票，田丽丽也会因为票数最多被处决。当时大部分人都是站边我的，正常情况下基本官忍出局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事实也证明我和官忍相差了3票，你投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现在的确有点不太好办了。你明天估计得好好解释一下，不然其他人可能会加大对你的怀疑。好的。走吧。我之前问你认为谁最可能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曲靖你还没回答我呢。最大可能在马志成和汤明之中，马志成的概率更大，因为他们2个今天白天是明确站边了田丽丽的。我们看不见魔道士，魔道士如果在白天躲藏着，反而容易在晚上被恶魔杀害，这对于恶魔阵营是不利的。反而魔道士直接给恶魔进行冲锋，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恶魔能够很快找到他们的魔道士队友。所以我判断魔道士很有可能是刚刚这2个人的其中一个。萧明轩我太熟悉了，不可能是他。申杰像是新手，完全是发晕状态，发言没有任何逻辑可言。萧明轩虽然是你个人的判断，但我还是相信你吧。那么我们明天再在马志成和汤明之中观察观察吧。对了，你明天打算谎报什么查验？我打算明天给后雨竹发好人身份。我们推理社曾经一起玩过狼人杀，后雨竹是那种非常能苟住的人，但是我总担心他可能是信使，因为他白天的发言太激进了，简直就是强势给石俊杰带队。的确，
信使能够自证身份，如果你给信使发了恶魔身份，你就直接暴露了。那么明天继续加油吧。如果我们明天能够再抗推一个好人，我们恶魔阵营基本就稳赢了。今天信使存活给大家带来的信件，果然昨晚是文员中被杀死了吗？你们恶魔还真是求稳呢。哎呦，你装的还挺像的啊，昨晚不就是你杀死他的吗？好啦，你们2个占卜师先报一下你们昨晚的查验和验人的理由吧，我们其他好人需要你们的信息来进行判断。女士优先，你先请吧。哼，装模作样，那就我先来吧。我昨晚查验的是后雨竹，他是好人。当然，后雨竹你虽然是我查验出的好人，但你也有可能是魔道士。昨天选择帮你的恶魔队友石俊杰煽动，你如果能够站回来，我就能够认下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不然我就会考虑你是魔道士的可能性了。我查验的是方柳丝，他是恶魔。我认为方柳丝你站边我的时候理由很不充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昨天你明确已经表明了站边我的态度，但你昨天却弃票了。你这个行为很像是白天故意站边我，然后聊得很差，让其他好人不相信我。紧接着你在投票的时候却不敢投给自己的队友田丽丽，因为你怕把她给投出局了。这下有点不好办了。所以我要求今天大家全票投方柳丝。田丽丽，你也不会反对，对吧？你刚刚不是说你也认为方柳丝是恶魔？这下我们大家今天出人不就方便多了吗？你们不论相信哪个人是占卜师，方柳丝都是恶魔。我之前的确认为方柳丝是恶魔，但你这么想将方柳丝给处决出局，这让我有点怀疑方柳丝究竟是不是恶魔了。我在想，是不是我之前点的恶魔点错了呢？方柳丝就是一个站错边的憨憨，然后你们恶魔今天给方柳丝发了一个恶魔的身份，这样今天就必定能够处决一个好人。你终于着急了吗？开始想捞你的队友了吗？你昨天那么信誓旦旦的点出了你认为的4个恶魔，怎么今天又否认了？那好，你现在来讲讲你认为的4个恶魔是谁？如果方柳丝其实是你想抗推的好人的话，我认为4个恶魔那就肯定有你石俊杰、官人、云溪。至于最后一个恶魔的话，有可能是像我刚刚说的，虽然后雨竹是我查验的好人，但他是魔道士。精彩，你逻辑确实不错，但你就因为我给方柳丝发了一个恶魔身份，你就立即认为方柳丝是好人身份了。你这样做在其他好人看来不就是在强行保方柳丝吗？这下今天方柳丝很大概率会被处决了。我们就遵从文员中的一致吧，大家轮流发言。田丽丽，你同意吗？哼，装模作样，没问题啊。那么昨天是谁开始来着？是我，那我就发表自己看法了。其实我今天听完石俊杰和田丽丽的发言后，我突然想站石俊杰的边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认为石俊杰如果是恶魔的话，没有必要给方柳丝发恶魔身份，因为按照昨天的逻辑来看，方柳丝本来是站边石俊杰的。如果石俊杰是恶魔，假设方柳丝是好人，那么石俊杰不就相当于把方柳丝给骗到了吗？他今天直接给方柳丝发恶魔身份，不就相当于直接告诉方柳丝你站错边了吗？本来站边石俊杰的人就少，他这么做来减少站边他的人，这个操作的意义何在呢？就为了处决一个好人，而且还是站边自己的好人。我认为这个操作太过离谱了。刚才是假设方柳丝是好人，现在假设方柳丝是恶魔，那么石俊杰这么做就更是离谱了。本来自己的队友都已经被对面真占卜师打成恶魔了，结果自己在落井下石，这不就直接把队友给卖了吗？所以这显然不可能，因此我认为石俊杰应该才是真的占卜师了。今天投票的话，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投方柳丝。我讲完了。到我了啊！我昨天想了想，我就光凭感觉来确定谁是真正的预言家，这对石俊杰确实不公平，所以我昨天便弃票了吧。不过我今天觉得嘛，我还是不想相信你啊，石俊杰，说不定你就是想将队友置死地而后生呢。你本来已经是铁板上的恶魔了，于是你给你的队友发了一个恶魔身份，来逃脱大家对他的嫌疑。我反正还是不想站石俊杰的边，不过今天投票给方柳丝我没有意。这个五位我越看越迷了，他究竟是不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啊？其实我也没啥想说的，那今天就处决方柳丝吧，这样应该没啥问题了吧？不过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有个关于投票的问题，希望后面能够有人给我讲解一下。我昨天最开始投票的时候，将写好官人名字的纸投入了投票箱，
但投票箱上面并没有显示我已经投票的提示，而且我投票的那张纸还没有消失。于是我把这张纸拿走了，重新换了一张纸，写了名字后投进投票箱。投票箱上这才提示我投票成功。结果这样我耽误了一点时间，我后面的5位就急得破口大骂。我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到我了，我还是很相信田丽丽小姐姐。我觉得石俊杰一看就不像好人，但既然昨天田丽丽说方柳丝是恶魔，今天石俊杰也说方柳丝是恶魔，那这不就轻松简单了吗？直接处决方柳丝不就行了吗？至于刚才申杰的提问嘛，申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投票箱有反应延迟吧，我投票的时候都挺正常的。或许可以建议这个游戏的那个什么主持的恶魔来检查一下这个投票箱，这个投票箱的识别系统说不定质量有问题。马志成的神情非常正常，没什么特别的。究竟谁是我们最后一个队友啊？我简单说几点吧。首先，方柳丝肯定是恶魔，这点大家应该都没异议。我还是相信石俊杰是真占卜师，因为我自己确实是好人。田丽丽，你验了后雨竹是好人，就直接把我打成恶魔，这我肯定不认啊。再说，如果你田丽丽真是占卜师，那除了石俊杰和官人，剩下2个恶魔是谁？难道都站在你这边？这说不通。而且你突然改口说方柳丝是好人，更像是在保队友。现在我认定的恶魔是田丽丽和方柳丝，5位可能是魔道士，但也有可能是站错边的好人。最后一个恶魔还不确定，不过今天先投方柳丝就行。申杰，关于投票箱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你写错名字了，投票箱应该不会有问题，你今天再试试看。我就说这么多。田丽丽，虽然你给我发好人身份，但我不认你。我现在只信石俊杰和云溪是好人。云溪的逻辑我完全同意，你捞方柳丝的行为直接暴露了你是他队友，太明显了。派队友电飞真占卜师，结果被当场抓包，尴不尴尬？今天肯定投方柳丝，明天就该轮到你了。真想看看你被吊死的样子呢。后雨竹，你找死！哟，这就急了，今晚要刀后雨竹。我只是受不了他站边恶魔还咒我，换谁都忍不了吧。好的好的，那你可以继续让他们发言了吗？来吧，方柳丝。我不是恶魔啊，我本来还很相信你的石俊杰，但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一个恶魔的身份啊？我真的是好人，那看来田丽丽应该才是真的占卜师了吧？这都吓得打哆嗦了，这下也只有果断卖你了。你辩解完了，那就下一个人继续讲吧，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辩解。今天投方柳丝肯定没问题，不管谁是占卜师，他铁定是恶魔。至于真假占卜师，我现在有点懵。石俊杰给方柳丝发恶魔牌，这操作我看不懂。如果他是恶魔，这么干完全没收益啊，推个站边自己的好人，图啥？但田丽丽验后雨竹是好人，这个思路挺像真占卜师的。在他视角里，最后2个恶魔只能是后雨竹或云溪，验人逻辑没问题。而且他要是恶魔，直接给后雨竹发恶魔牌就行了，没必要发好人讨好他。不过他今天突然捞方柳丝，这波我没看懂算了，我闭眼平民也盘不清。今天先投方柳丝，明天再分辨占卜师吧。过。薛静说完后暗自松了口气，他今天故意把2边占卜师的逻辑都分析了一遍，装成一个迷茫的平民。其实是因为田丽丽突然保方柳丝，这不太臭了，他不敢再死站田丽丽那边，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不然很可能活不到最后。这下难办了，连曲哥都有点搞不清楚了，我其实也有点看不清楚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那就跟着大家一起走吧，投方柳丝应该没啥问题。行，都聊完了，投票吧。居然没人保方柳丝，真没劲。你这么急着推他，说不定他根本不是恶魔呢。不过出就出吧，万一是你误判队友，那可就好笑了。哼，至少我们难得达成一致。我真的不是恶魔啊。方柳丝刚开始还在小声辩解，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今天逃不掉了，只能低着头不再说话。大家像昨天一样，默默地从桌上拿了纸笔，写下要处决的名字，扔进箱子里。写完后就没人说话了，所有人都在安静地等着黄昏降临。本次投票结果为后雨竹、马志成、虚静、申杰、石俊杰、汤明、田丽丽5位，肖明轩、云溪、信使投给方柳丝，共计11票。方柳丝投给石俊杰，共计1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方柳丝。今天白天也是没有办法的，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现在就当我们和好人阵营打平了，我们现在再去想也没什么意义了。
倒不如考虑下，我们今晚的击杀目标是谁？我觉得我们必须尽快除掉信使，因为信使不仅可以自己证明身份，并且信使还相当于有投2票的权利，这对于我们恶魔来说非常不利。你是不是有信使的人选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白天申杰说他第一次投票投了后，投票箱并没有显示投票成功，而他第2次投票才显示投票成功。规则上说，信使可以投2次票。我在想，是不是申杰他就是信使，第1次投的是他信使的票，但他因为是新手，也并不清楚这个规则，并且信使的票并不等于他自己本人的票，所以并没有显示他自己申杰投票成功。当他第2次投票的时候，才投的是他自己的票，所以才显示投票成功。我觉得他不像，根据我的观察，他一直都是处于很懵的状态。我其实个人更感觉他并没有什么身份。但是你别忘了，信使除了可以自己证明自己身份以及多1票以外，他本身也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了。那你怎么解释第1天信使的投票是弃票，他本人的投票是官人？我猜想他第1次投的信使票，由于信使票和我们普通票的投法不同，导致他投票失败了，所以显示弃票。但第2天他学会了怎么投信使票，所以便和他的个人票投的一样了。听你的赌一把也行，反正申杰也不可能是我们魔道士队友。如果击杀中信使确实是血赚，相信我，我分析的肯定没错。你明天的查验打算怎么说？我也只能查验云溪，并且给他发恶魔身份了吧，因为在我昨天给后羽竹发好人身份后，剩下的恶魔坑位也只有他了。云溪啊，这个女生应该是第1次参加这个恶魔游戏的吧？因为恶魔裁判在开局就说了有3个新手，但曲靖总感觉云溪不像是第1次参加恶魔游戏，因为他表现得很冷静，而且发言也非常讲逻辑，完全没有新手应该有的慌乱。行吧，也确实只能这么发查验了。而且云溪一直正确的站边真占卜师，逻辑也非常强，将他抗推也确实没什么问题。行，今天白天我确实太冲动了，当时确实不应该去宝方柳丝，但愿我明天还能够骗到那些好人吧。加油，别有太大的压力，至少我现在还隐藏得很好。咦，怎么今天是那个好像叫申杰的人没来啊？你们恶魔怎么去杀一个新手啊？是啊，你们恶魔杀我们新手干什么？我们只会划水，对你们也没什么威胁，你们也太过分了吧？确实有点奇怪，不过我反驳你一句，我认为划水也是不对的吧？如果你是一个好人，还是尽量多聊一些比较好吧。不会你们恶魔是以为昨天申杰说了自己投票投了2次，便认为他是信使吧？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难道恶魔真的以为申杰是信使了吗？今天信使存活，给大家带来了信件。呵呵，这下恶魔玩家是不是成为小丑了？还杀了一个新手玩家，这不亏大了。我昨天都分析过了，可能是申杰第1次写官人的名字写错了，才导致第1次的投票没有投上去。你们恶魔阵营的玩家还真是耿直啊。对了，田丽丽，我觉得在恶魔玩家中，应该是你分析出申杰是信使的，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并且后悔昨晚应该杀我了？这下确实难办了，果然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啊。今天还是你先来。我昨晚查验的是云溪，他是恶魔，查验他的理由很简单，最后一个恶魔的位置只剩下他了。我去查验了一下他，果然他就是恶魔。那么我现在所有的恶魔已经找齐了，就是石俊杰、官人、方柳丝和云溪。现在好人不难打了，今天先跟着我一起把云溪给处决了，然后明天再把石俊杰给处决了，我们好人就能赢了。心理素质真不错啊，被别人诬陷了一个恶魔身份，也还是这么冷静自若。他真的是新手玩家吗？我昨晚验的是马之成，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一个装懵跟着队友走的恶魔，但很遗憾，我查验他是一个好人。不过他肯定是定好人了，因为我已经定5位是魔道士了，那么他就是我查验出来的真正好人了。现在肯定的恶魔是田丽丽和方柳丝，魔道士是5位，最后一个恶魔在汤明、萧明轩和去静中。不过汤明昨天站回来了，我认为嫌疑可以减小，剩下的萧明轩和曲静，我认为萧明轩是恶魔的概率更大，因为他一直跟风站边曲静，我很怀疑他是一个一直划水的恶魔。如果我还能够验人的话，我会在这3个人中选验。我的确是好人，我怎么突然感觉你石俊杰好像也可以是一个占卜师了？完了，但我还是相信田丽丽啊，我彻底分不清了啊。不过今天这个局面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简单明了了。我是一个好人，
但你田丽丽竟然能够直接给我发恶魔身份，那么就说明我之前的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你们恶魔阵营害怕我的推理了，然后想把我抗推处决。那现在局面对我来说就很简单了，我就直接跟着石俊杰走就行了。马志成，你还是赶紧站回来吧。我们是同班同学，你应该对我很了解吧？你就觉得凭我这局游戏的表现来看，我是不是恶魔？并且我认为如果石俊杰是恶魔，是没必要给你发好人身份的。你现在站回来还不算晚。对啊，云溪，我记得你平时在班级里都挺内向的，如果你是恶魔被查验出来了，你一定会非常紧张的。你现在这么轻松，肯定是一个好人。我明白了，之前确实是我站错边了，那就对不起了。田丽丽小姐姐，我认为云溪肯定是好人，她如果是恶魔被查验出来，一定会紧张的语无伦次的。所以你给她发恶魔身份，你一定是恶魔了。差点忘了这两个人是同学了，这下麻烦了。马志成竟然通过云溪的反应推测出他一定是好人，这下可糟了，马志成这一票肯定要不到了。好了，我来说一句吧。首先说明一点，我是你田丽丽查验出的好人，你刚刚也点出了4个你认为的恶魔，那么我在你眼中应该构不成魔道士了吧？并且石俊杰也认为我是好人了，那么不论谁是占卜师，我现在在全场是不是可以算一个名好人了？那么我就来说几句吧。首先，马志成根据数据库保了云。数据库，你可以理解成和对方比较熟悉，你了解对方的一些行为习惯、发言风格以及性格，这些因为你对对方的熟悉，所以会有一定的数据积累了，此时就形成了数据库。你和云溪是同班同学，所以你很熟悉他。我继续分析了，马志成既然保了云溪，那么如果马志成是好人，云溪就是好人了，这个逻辑能够理解吧？所以现在我们来证明马志成是一个好人。首先，如果石俊杰是占卜师的话，那么他刚刚也分析了，马志成就是他查验出的定好人，那么这种情况下，马志成必定是好人。如果田丽丽是占卜师的话，刚才田丽丽也指出了她自己认为的所有恶魔阵营的玩家，其中并没有马志成，那么马志成在你田丽丽看来也应该是一个好人。所以现在不论谁是占卜师，马志成都应该是一个好人了。他能够保下云溪是好人，我认为云溪肯定也是一个好人了。给他发恶魔身份的田丽丽必定就是恶魔了。大家如果能够听懂我这个逻辑，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把田丽丽给处决了。对了，田丽丽，我觉得在恶魔玩家中，应该是你分析出生节是信使的。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并且后悔昨晚应该杀我了？田丽丽，你试着来反驳我啊！除非你现在必须打马志成，也是一个恶魔阵营的玩家，来保云溪的。不然你就是逻辑上的铁恶魔。马志成，你最开始是站边我的，我很不想打你是恶魔，我只问你，你真的敢肯定云溪是好人吗？万一他在骗你呢？你要知道，他可能在班级里给你展现的都是伪装，你难道真的能够断定云溪他一定就是好人吗？我是占卜师，我很清楚他就是一个恶魔，装得非常风轻云淡，所以我只希望你能够仔细考虑考虑，不然我真的只能打你是一个保同伴的恶魔了。不用多说了，我觉得云溪根本不可能是恶魔。我说一件事可以证明云溪一定是好人。我们班级1周前玩狼人杀，我当时就和云溪分到了一个组里，云溪他拿到狼人就紧张的语无伦次，我们当时大家还笑他，说他胆子太小了，拿到狼人就紧张，和他拿到好人的表现完全不同，导致他拿到狼人一下就被我们找出来了。多谢你，马志成，这下我也不用再多解释了。大家现在应该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占卜师了吧？田丽丽，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下你的嫌疑越来越大了哦。我明白了，昨天被石俊杰抗推的方柳丝应该不是他的恶魔同伴。石俊杰确实不傻，他没有抗推自己的队友，他果然抗推的是一个好人。那么我认为的恶魔是石俊杰、官人、云溪和马志成了。这时候田丽丽的漏洞百出的话已经不能煽动大家了。唉，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吧。真没想到我们恶魔阵营瞬间走向劣势了。今晚看来只有把石俊杰给杀了，不能再让他继续查验人了。喂，石俊杰，你他妈什么意思？你明天要处决我，我他妈今天勉为其难的相信你是占卜师，你不感谢我，还想明天处决我，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别，我不值得你相信，你还是继续给你的恶魔同伴田丽丽冲锋吧。我已经定你是魔道士了，明天处决你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他妈有病吧？老子是好人。你是好人是吧？那你是一个啥？
普通村民，有哪个村民像你这样被发好人身份还死战恶魔的？其实如果根据前2天的票型来看，5位也有可能是信使。第2天的参考意义不大，毕竟大家都投了方柳斯。但第1天只有5位和方柳斯弃票了，信使也弃票了。方柳斯是一个被查验出来的恶魔，肯定不是信使，那么5位成为信使的概率就很大了。哼，好吧，那我就不藏了，我就是信使。你是信使，谁信啊？其实很简单，既然现在信使还存活着，我们只需要问问现在存活的所有人有没有和5位对跳信使的人就行了。对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有没有谁才是真的信使？给我直接把5位拍死！哈哈，你看吧，我的确是信使，对吧？不会吧？不会你真的是信使吧？那谁是魔道士？其实也有一种可能，信使玩家想隐藏自己，并没有公开和5位对跳。不过等会还能够进行投票，如果5位真的是假冒的信使，真的信使玩家可以用自己信使的身份票直接一票点在5位头上，这样可以在不暴露自己信使身份的情况下，告诉所有人5位是悍跳的信使。对啊，那只有看等会的投票结果才能确定你是不是真正的信使了。所有人像昨天一样，陆陆续续的从广场中心的桌子上拿来了纸和笔，写下了自己今天想要处决的对象，然后将纸投入了箱子里。本次投票结果为后雨竹、马志成、曲靖、石俊杰、汤明、5位、萧明轩、云溪、信使投给田丽丽，共计9票。田丽丽投给云溪，共计1票。今日被处决的是田丽丽。的确没有信使的身份，单独挂你1票，那么你还真的是信使？这怎么可能？这下你信了吧？好了，大家今天还是回自己的房间去吧，至少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了。啊！是我的魔道师队友给我写的吗？按照现在的局面来看，田丽丽现在已经完全不被认下了。我就算不杀石俊杰，我觉得也无法扛推他了，并且留他在场上更危险。他再爆出一个查验来，我基本就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了。今晚击杀的最优解就是杀了石俊杰啊！这叫我别杀石俊杰，这不是在害我吗？如果按照逻辑来说，现在只有魔道士能够确定我是恶魔，而且他作为我的队友给我传递消息，这是合理的。但是也存在另一种逻辑，有一个好人看出了我是恶魔，想故意用这条信息来干扰我的判断。如果我是魔道士的话，我一定会在第1天将自己的名字告诉给自己的恶魔队友，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我是魔道士。但是这个给我写这条信息的人却没有这么做，这是令我怀疑的一个点。除非他认为不要去杀石俊杰这条信息的重要程度比告诉我他的身份更高。等等，好像还真的有一种情况下，现在是绝对不能去杀石俊杰的，那就是僧侣还存活。这也太荒诞了吧！僧侣不是连着2天被我们杀死了吗？这难道真的是有个好人在想钓鱼执法吗？现在我有2个选择，一个去击杀石俊杰，另一个是相信给我传递信息的人的判断，不去杀石俊杰，去杀信使5位。所以到底我该怎么办才好？这是什么味道？投票纸本身应该是没有任何气味的吧？等等，这场游戏中存在着大量的熟人组合，比如我和萧明轩、田丽丽和后雨竹。如果假设文元中并不是僧侣，但他的那个熟人是僧侣，然后忙守护了他，结果那个熟人在白天看见没有人死，就明白自己第一晚盲手守中了，于是便找了某个机会暗示文元中，让他来跳僧侣，自己好隐藏住。但是说实话，这种情况真的可能性太低了，必须要文元中和那个真的僧侣完美配合才能做到，这真的可能吗？而且这个给我传递信息的人，他是怎么看出来文元中不是真的僧侣的？今天是5位没来吗？怎么回事？昨晚竟然是5位被杀死了，恶魔怎么不去杀石俊杰？我也很不解，为什么恶魔会选择去杀信使而不是杀我？不过你既然把我留住了，那我就继续报查验了。我昨晚查验的是汤明，他是好人。我说过了，我会在汤明、曲靖和萧明轩3个人中选验。汤明虽然是我查验出的好人，但不排除他是魔道士的可能性，因此今天肯定是在曲靖和萧明轩中进行处决。我觉得汤明不会是魔道士，他是定好人。为什么？今天信使存活，给大家带来了信件。我被骗了，5位不是信使，
怎么可能？那他究竟是个什么？他为什么要跳信使？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信使存活，信使不是五位吗？他不是死了吗？既然这样，那只能说明五位不是信使，而是悍跳信使的魔道士。哈哈，我明白了。我不得不夸赞一下这把游戏拿到信使的那个玩家。这场游戏的信使玩得挺好的嘛，在魔道士想悍跳信使来寻找真信使的时候，竟然能够沉住气不去揭穿他，从而诱导他的恶魔同伴认为他是真的信使，从而在晚上亲手把他自己的队友给杀掉了。我昨晚亲手杀死了我的魔道士队友，真正的信使究竟是谁？是谁竟然能如此进行算计？既然现在好人已经大优了，我就直接拍出身份了，我就是信使。本来第一天故意弃下信使的票想做一下身份，没想到五位也刚好弃票了，结果导致前2天的信使票和他的票一样。在他跳出信使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五位一定是魔道士，因为他之前已经被我们给揪出来了，是魔道士了。他为了给恶魔阵营做贡献，直接跳信使的身份，想逼出真正的信使。既然他那么想跳信使，我就让他跳好了。这场游戏的恶魔也是看不见魔道士的，那么恶魔看见没有人反驳五位，就会觉得他就是真的信使。结果这恶魔果然傻乎乎的，直接把自己的队友给杀了。原来后雨竹你就是信使吗？确实玩得挺秀的啊，把恶魔玩弄于股掌呢。既然这样，汤明应该就是我查验出的真好人了。那么曲靖和萧明轩，你们俩中应该只有最后一个恶魔了。曲靖的内心万分后悔，但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可去你的吧！我自己是好人，我也认为曲哥也肯定是好人。你想把我们2个抗推处决是吧？刚才那个叫后雨竹的小姐姐的分析，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但也只能说明场上现在还有一个恶魔。我现在突然觉得石俊杰，你是不是才是最后那一个恶魔，而田丽丽才是真的占卜师？有意思啊，在这种劣势的局面下，你现在还想反抗吗？你既然直接就想抗推我了，那我直接就可以判断萧明轩，你就是剩下的最后的那一个恶魔了。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了。那你要是真的占卜师，为什么你昨天晚上没被恶魔杀死，反而是说自己是信使的五位死了？这不明显你才是恶魔，你不会杀死你自己，所以你才没有死。的确，昨晚不是你石俊杰被恶魔杀死，就真的很奇怪，恶魔怎么会放着占卜师不管，而去杀信使呢？我感觉我想重新盘一盘谁是占卜师了。如果你石俊杰是恶魔，就说得通了，你晚上肯定会去杀现在场上的名好人信使，结果你阴差阳错的把你的魔道士队友杀死了。我有点懵了，不是昨天已经说定了石俊杰是占卜师了吗？怎么今天又开始不确定了？先说结论，我认为石俊杰他不是恶魔，他是真正的占卜师。其实很简单，我认为这是恶魔玩家下的一步险棋。他们在晚上故意不去杀石俊杰，而是把场上的名好人信使给杀了，从而来诬陷石俊杰是恶魔。虽然这样会导致石俊杰能够多一个查验，但这也给了恶魔一个足够的理由来抗推石俊杰。如果能够抗推成功，恶魔阵营就能够起死回生。现在恶魔阵营因为我们好人连续处决2个恶魔而陷入了劣势，我认为他们行一步险棋是说得通的。但是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个双面逻辑，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好好讨论讨论。好了，真不知道除了云溪小妹妹非常清醒以外，你们剩下的好人一个个的究竟再怎么玩这场游戏？你们在梦游吗？就因为石俊杰没死，你们就被恶魔牵着鼻子走了？昨天给你们盘的逻辑，你们就当耳边风了？那好，我今天再给你们盘一个石俊杰是真占卜师的逻辑，希望听懂后就不要再说分不清了。首先，我现在是铁信使了，对吧？昨天是五位在跳我的身份来躲抗推。首先，五位一定是魔道士，不可能是好人。要知道，一个好人跳其他好人的身份没有任何的用处，反而会将局面扰乱，这对于好人阵营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收益的。但是如果是魔道士悍跳我的身份，对于其恶魔阵营就有非常大的收益了。首先，他通过跳信使可以逃脱抗推，并且他跳信使来迫使真正的信使出来指证他，这样恶魔阵营就可以找到好人中的信使。最后，魔道士和信使对跳，其他恶魔就会知道他们的魔道士队友就在这2个人其中，这样也帮助了恶魔阵营的互认。但是很可惜，我不会如他所愿的，那么五位就必定是魔道士了。如果石俊杰是恶魔的话，第一天恰巧给自己的队友发了好人身份，那么五位本来可以顺理成章的去站边石俊杰，
但是五位直接站了田丽丽的边，并且他们之后一直在互打，再加上我一直在观察这两个人的互动，我并不认为他们两个是同一个阵营的。并且还有一点铁逻辑，如果石俊杰是恶魔，那么田丽丽就是真占卜师，她之前给云溪发了恶魔的身份，如果你们要打石俊杰是恶魔，那么云溪也是恶魔。但是结合今天五位是魔道士的铁事实，以田丽丽为占卜师的4个恶魔坑位就完全炸了，那么必须是石俊杰、关忍、云溪3个恶魔，以及五位这个魔道士，你们好好想想，这可能。但是这个逻辑并不是绝对的，你也说了有你的主观因素，并且我认为石俊杰、关忍、云溪是3个恶魔，以及五位是魔道士。这个概率虽然小，看上去很离谱，但是这依然是有可能的吧？你不能100%否定这种可能性。后雨竹姐姐，其实我觉得我们根本不用劝他们了。你还有石俊杰，加上你信使的票，反正已经有4票了，剩下的4个人中有3个好人，只有他们全部站错边，投石俊杰才会平票。也对，我也言尽于此了。我是不相信你们4个人中有3个好人，那3个好人能够全部站错边。确实，现在就算煽动所有人去投石俊杰，也冲不出去石俊杰。这下真的到绝路了吗？行，我明白了，确实是我想多了。算了，我不投票了总行了吧？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下真完全没办法了。喂，后雨竹小姐姐，你是不是被这个石俊杰迷上了？这么帮他说话，我真觉得他是恶魔啊！他这个时候还想处决我和曲哥，我认为他肯定是恶魔。很感谢后雨竹为我的解释，那么我就统一下今天的票吧。今天全票投萧明轩处决，如果游戏结束了最好，如果游戏没有结束，那么明天就处决曲靖即可。曲靖你是恶魔也逃不掉的。的确，如果恶魔阵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明天我也跑不掉。那么我要不要现在直接交牌了呢？这样还能避免明轩被处决。这场游戏都怪我，我不应该相信来路不明的信息。曲哥，你快来帮我辩倒石俊杰啊，他肯定是恶魔，想抗推我们2个啊。但我感觉只有我们2个会投石俊杰了，感觉也没有办法了吧？那怎么办？这个石俊杰今天抗推我，明天抗推你，他不就要赢了吗？对了，明轩，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一直相信我是好人啊？刚才石俊杰也说了，我也有可能是恶魔啊。你为什么确定石俊杰是恶魔，而我不是恶魔的？啊，这不是很明显啊？我觉得曲哥你和平时一样啊，那你就肯定是一个好人吧？我也是好人，石俊杰想扛推我们2个，那他不就是恶魔吗？我和平常一样吗？我是不是应该对我的伪装而感到开心呢？况且之前后雨竹小姐姐不是分析过吗？恶魔把自己的魔道士队友杀死了。我觉得曲哥你这么聪明，你要是恶魔的话，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吧？只有石俊杰，我觉得他就是个看上去人模人样，实际上就是个憨憨的人，才会做出杀死自己队友的逆天操作。曲靖感觉自己内心受到了1000万点暴击伤害，但表面上还是讪笑着说：哈哈，那也是啊。萧明轩估计没想到，或许是不敢相信，这种逆天操作其实是我打出来的操作吧。唉，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受啊。我们还是去投票吧。如果只有我们2个人投石俊杰，也没办法了。写下了自己今天想要处决的对象，然后将纸投入了箱子。本次投票结果为后雨竹、石俊杰、汤明、云溪、信使投给萧明轩，共计5票；曲靖、萧明轩投给石俊杰，共计2票；马志成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萧明轩。曲哥，你明天一定要辩倒石俊杰啊，千万不能让他处决，你得逞啊！我会的。原来萧明轩不是最后的恶魔啊，那结果应该很明显了吧？因为只剩下一个答案了。的确，答案很明显了，那就只剩你了，曲靖。你今晚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了，我也不需要查验了，因为恶魔的坑位就只剩下你了。其实现在恶魔的坑位除了曲靖还有一个，但另一个坑位我现在并不想盘，因为我觉得虽然逻辑上成立，但实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是谁？我是信使，石俊杰是占卜师，我们俩是定好人。已知现在魔道士是5位，那么石俊杰的查验的其他好人就是准确的。他前2天查验的好人是马志成和汤明。我懂了，你是想说我在逻辑上能够做成恶魔对吧？喂，你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云溪是从头到尾都和你一样吧，一直都是站边石俊杰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双标啊？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在逻辑上也能成立为恶魔啊？你听我说完吧。但这就和我现在要去相信田丽丽是占卜师一样，都是逻辑上有可能，但实际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因为我现在已经定死了曲靖是恶魔了。曲靖感觉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就算奇迹发生，明天再抗推一个好人，但因为明天场上有5个人，轮次也不够了，在最后一天3个人的时候，曲靖必定会被处决。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恶魔，那说不定云溪还真是恶魔呢。但是你要是想出，我就出我吧。明轩也被你们处决了，我也无所谓了。你就算装成自暴自弃的样子也没用，我已经定死了你是恶魔了。在离开前，曲靖用余光似乎注意到后雨竹似乎单独去找石俊杰聊天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无所谓了。等等，似乎有点不对劲。如果这是后雨竹或者其他好人给我的，用来钓鱼执法的话，既然我昨晚没有去杀石俊杰，那就证明了我是最后一个恶魔。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揭穿我，反而今天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看着萧明轩被处决，这不符合常理。难道说这张纸并不是好人给我的，真的是我的魔道士队友给我的吗？魔道士5位，他这么做不是有病吗？害得我把他杀了。等等，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如果我的魔道士队友想让我别去杀石俊杰，保险起见，不让自己被误杀，肯定是会告诉我今晚杀谁，而且也可以只用2个字，比如杀后，这样表示去杀后雨竹。那么他为什么会写不让杀石俊杰呢？我明白了，他是想告诉我僧侣没死。哎，今晚再信你一次，不杀石俊杰。今天信使死亡，再也没人给村庄带来信件。怎么恶魔还不去杀占卜师？恶魔估计也知道现在杀了占卜师也应该没什么用了吧，所以已经自暴自弃了吧。没想到你作为恶魔竟然还不来杀我占卜师，去杀的是信使的后雨竹。曲靖，你是和信使有仇吗？你的查验结果如何？你查出曲靖是恶魔了吗？不，我昨天查验的是云溪，他是好人。我想了想，我确实得防一手。虽然我认为云溪是恶魔的可能性几乎为0，但昨天后雨竹那句云溪可能做成逻辑上的恶魔打动了我，而且我也想起了方柳丝之前是故意站边我来电飞我的，于是我就去查验他了，结果他的确是好人，曲靖的确就是最后的恶魔。我当然是好人了，你查验我倒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曲靖，现在其他3个人我都查验出是好人了，你这下无话可说了吧？那我就承认了吧，我的确就是恶魔。这场游戏我们恶魔阵营也的确没有任何机会了。之前我那天击杀5位确实是我的失误，我确实没想到5位当时是在悍跳信使保命，结果真的信使却没有去拍他，从而导致我认为他是真的信使，然后杀了他。我认输。这下终于可以结束了，这把我们好人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我们现在就去投票吧，终于可以给这场游戏画上句号了。哎，吃一堑长一智吧，失败一次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警告了我以后要在恶魔游戏更加小心谨慎。像后雨竹这样玩套路的人不在少数，我对于任何事情都更应该保持警惕。本次投票结果为马志成、石俊杰、汤明、云溪投给曲靖，共计4票，曲靖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曲靖。曲靖听到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他已经做好了恶魔宣布完结果后游戏结束，然后进入结算空间的准备。但是曲靖预料之中的游戏结束并没有发生，他依旧站在原地。怎么回事？为什么游戏还没有结束？我不是作为最后一个恶魔已经被处决了吗？为什么游戏还在继续？怎么可能？怎么游戏还没结束？不是所有的恶魔都被我们处决了吗？为什么还在继续？你这个裁判是不是搞错了？还不结束游戏？游戏没有结束，自然是因为好人没有处决完所有的恶魔，恶魔也没有杀死所有的好人，所以游戏才会继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已经把其他所有人都查验过了，他们都是好人啊！曲靖自己都承认了，他是最后一个恶魔。为什么？为什么还有恶魔没被处决？哈哈，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并没有杀死我的魔道士队友，我的那个魔道士队友现在还活着，也只有这种情况下，所以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不过这样看来，那个5位究竟是个什么鬼？他悍跳信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该干的事情啊！所以我才会认为他是我的魔道士队友啊！现在难题交给你了，石俊杰，剩下的所有人你都查验出是好人了，你现在该怎么办呢？或者石俊杰才是我的最后一个队友，
你们其他好人要不要考虑一下，石俊杰才是我最后的一个队友呢？曲靖帅哥，你终于醒了。田丽丽，我们现在是在哪儿？游戏结束了吗？你没来过这里吗？这里是观战空间，游戏死亡的玩家在游戏结束前会分阵营待在不同的观战空间，继续观战这场游戏。也就是说，这场游戏还没结束吧？不过观战空间也有视角限制，这对我们恶魔阵营倒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恶魔能够观看白天和晚上所有操作，但好人阵营只能观看白天的操作。不过啊，曲靖帅哥，你最后被处决前的言语好霸气啊！仰天大笑着面对处决，并轻蔑地给这些好人施加压力。这些好人估计听完你的话后，心理压力应该非常大吧？哈哈，有些失态了。之前确实因为以为击杀了队友，导致非常愧疚，所以压力太大。最后知道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杀死队友，心情变得格外轻松，于是就发泄出来了。后雨竹那个狐狸精确实挺阴险狡诈的，但其实我们在你杀完5位就知道，你虽然没有杀死信使，但也没有杀死我们的魔道士队友，只是我们没办法提醒你，只好看着你承受着这种压力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在观战空间里能够看到现在场上剩下的身份配置啊。等等，画上僧侣的身上并没有画叉，也就是说现在僧侣还没有死。我当时看到也很吃惊的，我其实看到僧侣还在，我就觉得我们恶魔要输。没想到这场游戏的好人竟然这么难缠，故意容忍其他人跳自己信使身份的后雨竹，能够和真僧侣互换身份的文元忠，这场游戏的好人配置是真的高啊！哎，的确，我们当时都没有发现文元忠竟然是假装的僧侣。不过万幸的是，你竟然没有去杀石俊杰，而是去杀了其他的好人。其实从上帝视角知道僧侣存在，你这个做法是最优解。但当时曲靖你应该不知道僧侣还在吧？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杀石俊杰？我其实是听从了一条建议，现在一想想，这应该的确是我们魔道士队友给我的信息，因为这条信息我才没有去杀石俊杰。什么建议？在观战屏幕里没办法看见玩家在自己房间里的操作的。曲靖紧接着讲述了自己收到的那张纸的所有经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魔道士队友已经看出了僧侣并没有死。那个队友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们3个恶魔都丝毫没有任何怀疑，他竟然一个人就发现了，这是多么恐怖的观察力啊！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其实现在这个局面，我们恶魔阵营还是在失败的边缘的啊！僧侣还在，今晚僧侣肯定会守护石俊杰的，我们现在也只能希望他能够化险为夷了。哎，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他？哼，这3个笨蛋就这么灰溜溜的被处决了，还留下了一个这么大的烂摊子给我。既然是云溪，这怎么可能？那他之前为什么一直站边石俊杰，还投票了我和田丽丽？我们根本没办法想到，他才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他就不怕我们晚上把他误杀了吗？如果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他这首战边真占卜师的行为反而是正确的。石俊杰至少在他和汤明、马志成中会更相信他一些。只能说这场游戏有太多人的操作都太难以预料了。这么自信，他都不去确认马志成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感觉他不是心大，就是真的胸有成竹了。不去确认？等等，怎么了？如果他是新手玩家，那他是怎么知道我们恶魔杀人只要将手放在要杀的人的门上就行了，并且只要房门有响应就是击杀成功了。如果照你这么说，云溪不是新手玩家，那最后一个是谁呢？这场游戏我根本找不到第3个新手玩家。这场游戏从始至终，我觉得都透露着古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一个占卜师竟然能够从第1天一直活到最后1天。呵呵，既然曲靖死了，游戏没结束，那么只能说明魔道士还存在。而且这个魔道士甚至连作为恶魔的曲靖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么5位就不是魔道士，5位这个混账东西肯定是一个好人，在那里乱玩，看我想处决他，跳一个信使来保命，结果坑了我们所有人。我之前验你们仨的好人身份，感觉都白验了。哎，我这占卜师当的真够失败的。再说说，昨晚我验了马志成，我以为他是个装懵的魔道士，结果人家是好人。现在曲靖作为最后一个恶魔死了，魔道士就会变成真恶魔，所以我昨晚的查验肯定是准的。本来以为我死定了，没想到我还活着，结果死的却是他，
我这验人又白给了，现在局面挺麻烦的。现在剩下你们俩，我比较怀疑汤明是那个魔道士，因为云溪从第一天就站我这边，而且对跳恶魔田丽丽也发过她恶魔身份，对她敌意比较大。我觉得云溪应该是好人，而你汤明一开始是站田丽丽的，后来看情况不对才转过来跟我。后雨竹之前说的挺对，魔道士站真恶魔那边更安全，不容易被误杀，所以我很怀疑你。不过最后一天了，万一真是鬼故事，云溪是个铁道沟魔道士，从头到尾都在骗我，那也有可能，只是我不太愿意相信这种可能，所以希望你们俩都好好聊一下，让我能决定今天出谁。你石俊杰不会才是最后一个恶魔吧？哪有占卜师直到现在都不死的？而且刚才的话语简直就在说我汤明就算最后一个魔道士了。但是你又在逻辑上，我认为做不成魔道士和恶魔的，那就只剩云溪了。你才是最后那个魔道士了吧？你现在都不敢说死我是魔道士，还想在我和石俊杰当中推一个出去，你这行为真的不做好。要我说，在我看来，最后一个魔道士只能是你汤明。很简单，石俊杰一直没被恶魔刀，但他确实是真占卜师，这我之前也聊过了。而我呢，就是个普通村民，再清楚不过。现在游戏还没结束，就剩我们仨，那除了你还能有谁？你要打我是魔道士，那你肯定没了。我给你们揭晓答案吧，我其实是僧侣，所以云溪，你是打不动我的。僧侣，你怕不是在搞笑？僧侣不是文元忠吗？他早就死了啊！我本来相比云溪就更怀疑你汤明，你现在莫名其妙的跳一个僧侣，你当我是傻子吗？你说你是僧侣，我就信。跳僧侣吗？你现在还不如直接说自己是普通村民，然后想办法强掰逻辑来抗推我更好些吧。对啊，汤明，你是不是人傻了？以为我听你说你是僧侣，就相信你是僧侣，然后直接傻乎乎的去处决云溪了吗？你听我说完再评论吧。我来给你讲讲我这局游戏的所有心路历程。有点意思，那就开始你的表演吧。没关系，在我讲完后，你就会改变想法了。其实文元忠是我的表哥，他是一个狼人杀资深爱好者，我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学会了一些狼人杀的套路。在这场游戏，我们两个能够匹配到一起，也是非常巧合。游戏开始时，我拿到僧侣牌后，我就盲守了我的表哥。第二天，当我看到平安夜没有人死亡时，我就明白我自己手中了。当时我就明白表哥肯定是好人了，想给他传递一下消息。但我的表哥是真的非常厉害，他看到我兴奋的神情，结合今天是平安夜，竟然能够推断出昨晚是他被恶魔选中成击杀目标，然后直接果断跳自己是僧侣。当时是真的把我震惊了，但是我瞬间反应了过来，我的表哥是想和我进行身份交换，让恶魔以为自己击杀中了僧侣，从而第二天继续去击杀我的表哥。当我想明白后，我就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也装作不认识我表哥的样子，看着表哥来给我们阵营带队。第一天，我当时的确相比你石俊杰，还是更相信田丽丽一些。在当天回房间的路上，我的表哥走到了我的身边，当时用眼神暗示我不要守护他。我当时就明白了，表哥是想故意牺牲自己，装作僧侣已经死去了假象，然后诱骗恶魔直接去击杀占卜师，这样我在守护占卜师，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因此我当晚遵从我表哥的想法，当天因为我是认田丽丽是占卜师的，当晚我是守护的她。但是从第二天起，我认清了局势，认为你石俊杰才是真正的占卜师。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守护你，但不知道为什么恶魔就是不去杀你，真是奇怪，导致我一个晚上都没守中。这就是我是僧侣的所有心路历程了。如果你石俊杰能够相信我，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把云溪投票处决了，我们好人就赢。哇，你可真厉害啊，竟然能够编出这么精彩的故事。你怎么能够证明这是真的呢？不然我只能认为你是在想办法抗推云溪。能够完全证明这点的，我的表哥文元忠已经出局了。给你讲个我必定是僧侣的逻辑吧。我认为这局游戏中有一个恶魔非常厉害，他竟然直接发现了我的表哥不是僧侣，也就是真正的僧侣还在，他们就没有去击杀你真正的占卜师石俊杰，而是去击杀其他外置位的好人。石俊杰，你好好想想，
你为什么能够活到最后？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僧侣还在场啊。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道理。的确，我能够活这么久，确实很奇怪啊。那么，袁熙，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很简单啊，这就是一个很伪的逻辑啊。首先，你给我们讲了一个我们根本就无法证实的故事，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你和文渊中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但这个我们就先不谈了。你说你是僧侣，结果除了第一天晚上，你一个平安夜都没守出来，这不就明摆着文渊中才是真正的僧侣？他第一天守护了自己，然后第二天被恶魔追杀而死，所以这才能解释后面没有出现一个平安夜。不管怎么说，僧侣第一天守护自己才是合理的行为吧？你别想转移话题，我都说过了，这局游戏中有一个恶魔非常厉害，他发现了我表哥文渊中不是真的僧侣。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很蹩脚吗？并且你说是因为恶魔知道僧侣还在，所以不去杀石俊杰，但是为什么不能是你是魔道士？你想今天特意编造这个逻辑，想来抗推我，所以一直没去杀石俊杰，从而来佐证你的这个伪逻辑呢？这样是不是比你那个恶魔早知道僧侣还在，一直留着占卜师的那个逻辑更合理呢？确实啊，汤明，我差点被你绕进去了。并且你说有恶魔很聪明，他知道僧侣还在，那么请问你汤明，这个恶魔是谁呢？具体的哪一个我怎么知道？但我觉得既然前几天恶魔都没有杀石俊杰，你云溪肯定是最后一个魔道士，那几天没办法和队友交流杀人，所以那肯定是趋近那3个恶魔中的其中一个吧。好，你也说了，在你的逻辑下，我顶多是一个魔道士对吧？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告诉队友击杀的目标，所以肯定不是我分析出来的。那么你既然认为是开始的3个恶魔的其中一个分析出来了，我想问石俊杰，你觉得如果他们既然知道僧侣还在，不能杀你，最优的打法是什么？如果僧侣还在，肯定是会保护我的，所以恶魔的最优解应该是去找僧侣，把僧侣给击杀了，然后杀占卜师。对，但你看看恶魔前几天的击杀目标分别是文元中、申杰、五味、后羽竹，除了文元中，后面3天的击杀全部是奔着信使去杀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恶魔认为第一天已经把僧侣文元中给杀死了，然后后面3天全部是奔着信使去击杀的？确实啊。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恶魔的战术计划是在夜晚击杀信使，然后在白天去想办法来抗推你占卜师？这样的逻辑会更合理吧？的确，这么一想，比你汤明什么恶魔知道僧侣在才不杀我的鬼畜逻辑通畅多了。汤明，这才发现你还这么能诡辩啊！我也不理解恶魔既然知道僧侣在，为什么不来找僧侣击杀？等等，我明白了，是你云溪推测知道僧侣还在的，而不是趋近那3个恶魔推测出来的。然后由于你的恶魔队友看不见你魔道士，你只好想办法去告知他们，可能在消息传递途中出了什么差错，让他们理解成了不去杀石俊杰，而不是僧侣还在，所以他们就奔着信使去击杀了。啊，你这么高看我一个新手，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呢。你这么说的前提是我的恶魔队友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不然他们怎么会相信我说的话呢？但是你觉得昨天曲靖的表情是像知道我是他们的魔道士队友吗？恶魔是可以骗人的，万一曲靖是在伪装，故意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再保你云溪呢？假设我是魔道士，我是怎么给我的恶魔队友传递消息的呢？我从这场游戏开始就没有和任何人单独交流过。哦，你要硬说我单独交流话，我的确和我的同班同学马志成和申杰2人交流过，但是他们2个人现在被证明了是好人了吧？这的确啊，云溪他到底是怎么跟他队友联系的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我没多少积分了啊，那这样我发誓还不行吗？我发誓我就是僧侣，如果我不是，我这局游戏出门就被车撞死。云溪，你敢发誓说自己是好人吗？我为什么需要发誓呢？公道自在人心，我已经把所有的逻辑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并且这个恶魔游戏本来就是让我们要以性命相搏的游戏啊，在恶魔游戏中发誓让其他人来相信你，
是一个多么廉价的事情啊！呵呵，没事，小妹妹，我不会相信这种誓言的，我只相信铁定的逻辑。汤明，我告诉你，你这种人，我不光在恶魔游戏，甚至在现实都见多了。我上次玩这种游戏，甚至还遇见过拿自己家人发誓的人呢，说自己是恶魔，全家死光。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是一个恶魔。你们好啊，等结果出来了，看看你石俊杰还笑不笑得出来。本次投票结果为石俊杰、云溪投给汤明，共计2票；汤明投给云溪，共计1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汤明。怎么回事？为什么游戏还没有结束？终于明白了吧，石俊杰，我说你就是一个傻缺，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个小女孩给迷得神魂颠倒了，一直相信她说的，而对我的分析熟视无睹。你他妈给我闭嘴！你自己什么逻辑都讲不出来，每一个逻辑都被云溪给辩驳倒了，还在那里给我嘴硬，说是我的原因。云溪，你真的和你那2个同学一样是新手玩家吗？这个吗？那你就猜猜看喽。潜伏在村庄的恶魔游戏结算，胜利阵营恶魔阵营，胜利玩家方柳丝恶魔，曲靖恶魔，田丽丽恶魔，云溪魔道士。竟然给了我 S 级评价，这次能够赢，队友很给力，而且运气也确实不错。新手福利，云溪还真的是新手，他那个 SS 评价我倒觉得很正常，他的确是我们这局恶魔阵营的大功臣。这次那些恶魔是不是良心发现了，竟然给了我都快到1周的休息时间。对了，萧明轩咋还没回来啊？谁知道啊，好像他今天说他有事要出去玩吧。确实，当时我看见他似乎在收拾东西，说自己出去玩1天，叫我们不用去管他。那这么看来，明轩是想在某个没人的地方安静进入恶魔游戏的吧？这样也好，至少现在暂时看不到明轩，也没这么尴尬。对了，曲哥，我们明天2选的游戏开发与制作那个选修课的老王好像有事，好像临时换成了周汉博教授给我们上课。周汉博教授就是那个研究虚拟现实游戏技术的那个教授吧？好像在我们计算机专业还挺有名的吧？对啊，不过我明天还要和我们摄影社的社员去团建，没空去上那个课。听说明天还有新的学妹加入我们社团，嘿嘿，说不定我可以去认识几个新的学妹，然后成功脱单呢。鹏飞啊，咱们就别做梦了吧，就凭你那样，有哪个学妹会看上你啊？你就嫉妒吧，到时候我就成为我们寝室第1个脱单的人了。兄弟啊，就不等你们了。呵呵。对了，曲哥，虽然明天应该是新老师代课的话，应该不会点名，不过要是明天那个周汉博教授点名了的话，你记得帮我答一下。没问题。哈哈，兄弟们，祝福我明天给你们带一个女朋友回来吧。哼。怎么可能是他？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间教室里？你似乎看着我挺吃惊的，曲靖，你不会真以为自己的伪装很好吧？呵呵，挺巧的呀。话说你不是高中生吗？你来我们学校干什么？而且还是来到课堂上。我是来旁听的，不行吗？我非常勤奋好学的哦。今天是周1吧？你怎么不在你学校里好好上课，跑到这里来旁听一些你现在根本就不用学的课程？我现在的课程太简单了，过来充实我自己。这个理由你觉得不错吧？觉得我会信吗？你绝对有其他的目的吧？啊，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有关恶魔游戏的一些事情吧？我就一个刚参加一场游戏的新手，我能知道什么啊？你之前不在上场游戏的结算界面也能看到吗？但我觉得你根本不可能是新手，疑点太多了。首先，你和你的2个同学马志成、申杰相比，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他们的反应才真的符合新手玩家的反应。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直接把手放在门上就能触发恶魔杀人？我当时的确应该小心一点的，不过嘛，也无所谓了。所以，你的确知道些什么吧？你究竟是什么人？曲靖，我们2个之间也没那么熟吧？也才见我第2次，我凭什么告诉你我知道的信息以及我的秘密？你说的也对，我们俩确实并不熟。别垂头丧气的嘛，我给你一个机会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对了，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所有有关恶魔游戏的情报，而且还不限时哦，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只要你能够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问题吗？那你说吧。
那好，请问我是谁？你是谁？你不就是云溪吗？你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很遗憾，这个回答我并不能接受，所以等到你回答对这个问题的那天，我再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吧。不会你想告诉我你之前一直使用的假名吧？我的确是叫云溪，在恶魔游戏中隐瞒自己的名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那些恶魔会在游戏中称呼你真正的姓名的。这倒也是，那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回答什么？这个嘛，就需要你自己仔细思考，然后去回答咯。你要不想告诉我，就直说了吧。刁难我没意义的，还说自己是来旁听的，结果你就是这么听课的吗？我也没资格说他吧，看他这样，感觉也问不出什么情报来了。算了，我还是先听一会儿课吧。曲靖这节课听到一半后，感觉自己似乎听不下去了。虽然的确这些知识非常硬核有用，但曲靖感觉自己已经昏昏欲睡了。你还真听得懂啊？我能听懂不行吗？不是，这个得至少有一定的计算机基础才能听懂吧？你既然能听懂，那你现在能力不错啊。难道你以后也想学计算机专业吗？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大学的话，那确实吧。你是在担心恶魔游戏吗？我觉得凭你的能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恶魔游戏嘛，也的确，说到底，也确实是因为我很担心这个该死的恶魔游戏啊。咦，小溪，你怎么在这里？我刚刚都没发现，你竟然在这间教室里面。啊，袁莹姐，你好啊，没想到能够在这里遇见你。小溪，你今天是来找你的姐姐的吗？啊，不是，我今天不是来找姐姐的，我今天还有点其他事，得找一个其他的人。是吗？可我记得今天不是星期一吗？小溪，你不用上课的吗？我给我们班主任请了1天的病假，所以没问题的了。你们班主任都不仔细核实的吗？而且小溪，你现在是高3吧？你不抓紧自己的学业，就这样翘课，真的好吗？我成绩好得很呢，没问题的啦。我今天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真说不过你，不过确实不用担心小溪你的成绩的。对了，严云姐，我的姐姐，她最近还好吗？她啊，还是那个样子，我也劝了多少次，但她一直都那样。哎，我知道了，谢谢你了，严云姐。哎，其实最惨的是你小溪吧？之前你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结果现在你们家里只剩你一个人了吧？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作为你的姐姐，现在究竟在想什么？成天待在学校里，不回去陪你，现在你应该才是最痛苦的那个人吧？没关系啦，我已经习惯了。姐姐她现在应该也很痛苦的，所以不要去怪她了。对了，我等会儿还有一个课题组会议要开，那我就先失陪了。没事，你去忙你的吧。这么看来，云溪她家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难道云溪的父母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吗？你也偷听够了吧？啊，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听到的。哎，算了，所谓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对手哦。呵呵，多谢你的夸奖吧，我也的确不愿意和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对手呢。不过真的成为对手的话，我想知道，现在我和你相比，究竟会怎样呢？总有种错觉，他是不是以前认识我？我第一次见到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有一种熟悉感？总感觉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